开局被弃，回归穷家。北风卷着雪粒子刮在人脸上，刀割似的疼。苏家村口，苏老太一手叉腰，另一只手拎着个破旧的竹背篓，中气十足地骂咧着：“丧门星，赔钱货！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还养着你这个吃白饭的！赶紧给你那穷鬼爹娘送去，省得留在老宅碍眼。”背篓里，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女娃缩成一团，小脸冻得发紫，长长的睫毛上挂着冰霜。她就是苏小阮，刚满3岁半。周围围了一圈看热闹的村民，对着苏老太指指点点。这苏老太也太狠心了，这么冷的天，把亲孙女就这么扔出来，还不是因为前几天来的那个算命瞎子说阮阮是什么破财的命，克苏家老宅的运道。胡说八道！我看阮阮这娃长得就有福气，水灵灵的，怎么可能是赔钱货？嘘，小声点儿。他家大伯苏大强可是在镇上当学徒，得罪了没好果子吃。苏老太听着风言风语，非但不收敛，反而声音更大了。看什么看？没见过分家啊！这丫头片子早就分给他爹娘了，我这是好心给他送回去。苏向东、周兰香，你们2个死的，还不快出来把这赔钱货领走！话音刚落，一间破败的茅草屋里冲出2个人影。男人叫苏向东，生得高大，但常年劳作让他显得有些木讷。他看到背篓里的女儿，眼睛瞬间就红了。软软，我的软软。紧随其后的是他媳妇周兰香。娘，你咋能这么狠心？软软也是你亲孙女啊！周兰香哭着质问。苏老太翻了个白眼，一脸刻薄。亲孙女，我可不敢认。自从她生下来，家里就没顺过。前儿个你大哥苏大强在镇上差点被木头砸了，算命的说了，就是被他克的。赶紧领走，以后别再踏进老宅半步。苏大强和他媳妇儿也从人群里钻了出来，一脸的不耐烦。苏大强媳妇儿撇着嘴说：“三弟妹，不是我们不讲情面，实在是这丫头邪性，你们赶紧带走，省得再出什么事。”苏向东气得浑身发抖，这个家是怎么分的，他心里最清楚。爹娘偏心大哥，分家时几乎把所有好东西都给了大房，只给了他们这间快要塌了的茅草屋和几亩薄田，还美其名曰让他们自力更生。如今就因为一个江湖骗子的话，竟连自己3岁半的亲闺女都容不下。娘，分家的时候说的好好的，软软还小，跟着你们吃口饭，我们每个月交口粮。现在你们把她扔出来，是想逼死我们一家吗？苏向东红着眼嘶吼：“孝敬爹娘天经地义，你们交的那点粮食够谁吃？反正人我给你们送来了，死活跟我们老苏家没关系了。”苏小阮在温暖的怀抱里缓过劲来，她眨巴着黑葡萄似的大眼睛，看着眼前这个撒泼的老妇人，奶声奶气地开口：“坏奶奶，你是坏人！”声音不大，但在嘈杂的人群里却格外清晰。“你个小赔钱货，还敢骂我？看我今天不撕烂你的嘴！”说着，他就要冲上来。“够了，从今天起，我们一家和你们再没半点关系。软软，我们自己养。”就在这时，2个小男孩从茅草屋里跑了出来，是苏小阮的2个哥哥，10岁的苏文和8岁的苏武。“妹妹，妹妹，你回来了！”苏文沉稳些，看到妹妹冻得发白的小脸，眼圈也红了。“妹妹不冷，哥哥给你暖暖。”苏小阮看着围着自己的爹娘和哥哥，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他伸出小手抱住周兰香的脖子，软软糯糯地说：“娘，不气，我们回家。”周兰香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抱着女儿泣不成声。苏向东深深看了一眼苏老太和苏大强一家，那眼神里充满了失望和决绝。他一言不发，转身抱过周兰香手里的女儿，大步往茅草屋走去。周兰香和2个儿子紧紧跟在后面，一家5口在这漫天大雪里走得决绝又悲壮。苏老太看着他们的背影，往地上啐了一口：“哼，骨头还挺硬，我等着你们饿死上门来求我。”围观的村民叹着气，渐渐散去。谁都觉得苏向东这一家子往后的日子怕是难过了。回到茅草屋，苏向东立刻把女儿放到床上，用家里唯一一床还算厚实的被子把她裹得严严实实。周兰香则赶紧去烧热水，想给女儿暖暖身子。屋子四处漏风，冷得像冰窖。苏文和苏武兄弟俩守在床边，一人一边。“妹妹，你还冷吗？”“哥哥，不冷。”他知道这个家虽然穷，却是温暖的。周兰香端来一碗热水，小心地为苏小阮喝下。温热的水流进肚里，苏小阮舒服地叹了口气：“都怪爹娘没本事，
让你受苦了。周兰香摸着女儿的头发，眼泪又掉了下来。娘不哭。苏小软伸出小手给周兰香擦眼泪。软软不怕。苏向东坐在灶堂前，默默地烧着火，火光映在他脸上，神情晦暗不明。他心里憋着一股气，一股对父母不公的怨气，一股对妻女愧疚的闷气。他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陷进肉里。他发誓一定要让妻儿过上好日子，再也不让他们受半点委屈。屋外雪越下越大，仿佛要将这破败的茅草屋彻底掩埋。但屋子里，一家人围在一起，透着一股绝境中求生的韧劲。苏小软躺在床上，感受着家人的关爱，小小的身体里涌起一股奇异的感觉。他仿佛能听到屋外风雪的哭嚎，能感受到屋后大山深沉的呼吸。他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他能听懂花草树木的低语，能明白小动物的心声。看着愁眉不展的家人，苏小软心里暗暗下定决心：爹娘哥哥，你们别怕，软软会带你们过上好日子的。第二天一早，雪停了，但寒风依旧刺骨。茅草屋里，一家人围着一张破旧的木桌，桌上只有一盆青的能照见人影的野菜糊糊，这是家里最后的口粮了。苏文和苏武懂事的只喝了小半碗，就把剩下的推到爹娘和妹妹面前。爹娘，我们不饿。苏向东看着两个面黄肌瘦的儿子，心里一阵发酸。他把碗又推了回去。你们正在长身体，多吃点。软软乖，再吃一口。苏小软乖乖张开嘴，但他知道这么一小盆糊糊根本填不饱5个人的肚子。就在这时，苏老太裹着一身旧棉袄，探头探脑地走了进来。哟，吃饭呢？他那双三角眼在屋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桌上那盆野菜糊糊上，露出一丝鄙夷。你来干什么？苏向东声音冰冷。我来干什么？我来看看你们是不是快饿死了。苏老太理直气壮地走到桌边。这是我们家最后一点粮了。什么你们我们家的？你们吃的住的哪样不是老苏家的？苏老太眼睛一瞪。我拿点米糠喂鸡，怎么了？你们当儿子的孝敬老娘不是天经地义？孝敬？周兰香气得浑身发抖，一改往日的柔弱，声音都尖利起来。分家的时候怎么说的？田地、粮食、家当，我们什么都没要。分家文书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我们两家再无干系。你现在跑来要口粮，还要不要脸？苏老太被儿媳妇这副模样惊了一下，随即恼羞成怒。反了你了！你个不下蛋的母鸡，嫁到我们苏家这么多年，就生了个赔钱货，现在还敢跟我顶嘴？你骂谁不下蛋？周兰香彻底被激怒了，一把将分家文书拍在桌上。当初是谁偏心眼，把家产全给了大房？是谁嫌弃我们向东老实，把我们一家扫地出门？现在看我们有口吃的就眼红了，门儿都没有。娘，分家文书上写的明明白白，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这米你不能拿走。他的声音不大，但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强硬。苏老太没想到一向老实巴交的三儿子也敢跟自己横，顿时撒起泼来。哎呦，没天理了！儿子儿媳妇不孝，要活活饿死亲娘啊！大家快来看啊，这日子没法过了！他的哭嚎声很快引来了左邻右舍，连村长王德发都闻声赶了过来。王德发是个50多岁的老头，为人还算公正。苏家的，大清早的又闹什么？村长，你可要为我做主啊！我这三儿子被媳妇撺掇着，连老娘都不认了，一口吃的都不给我啊！周兰香气得眼圈通红，把分家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王德发听完，又看了看苏向东家这漏风的茅草屋和锅里清汤寡水的野菜糊糊，心里已经有了数。苏老太，分家文书我也看过，上面按了手印的。既然家已经分了，苏向东家也没义务再给你口粮。你家大强在镇上当学徒，日子比向东家好过多了，你怎么不去跟大强要？一句话戳到了苏老太的痛处。大儿子是他的心头肉，他怎么舍得去为难？他不一样。苏老太支支吾吾。有什么不一样的？都是你儿子。王德发哼了一声。行了，别在这闹了，向东家都快揭不开锅了，你还好意思来抢食？赶紧回去。苏老太看村长都发话了，占不到便宜，指着苏向东一家恶狠狠地骂道：
好，好，你们有骨气，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撑到什么时候，别到时候饿死了，求我给你们收尸。说完，他灰溜溜地走了。一场闹剧总算收场。王德发叹了口气，对苏向东说：“向东啊，你娘就那脾气，别往心里去。日子难，但总得过下去。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来村里说一声。”谢谢村长。苏向东感激地点点头。村长走后，屋里又恢复了平静，但一家人的心情却无比沉重。苏文和苏武两个孩子被刚才的阵仗吓得不轻，紧紧挨着爹娘。苏小软一直安静地看着，他的大眼睛里没有害怕，只有一片清明。爹，不气。那双清澈的眼睛仿佛有种安抚人心的力量。他心里的火气慢慢平息下来。爹不气，爹有软软，什么都不怕。一家人重新坐下，看着那盆已经凉透了的野菜糊糊，谁也吃不下了。家里的米缸已经见底，最后的米糠也被苏老太惦记上了。这个冬天要怎么熬过去？苏向东和周兰香的脸上写满了愁苦。就在这时，苏小软指着窗外白雪皑皑的大青山，奶声奶气地开口了：“爹娘，软软肚肚饿，要去山里找吃的。”苏小软的话像一颗小石子投进了沉寂的。软软，胡说什么呢？山里冷，还有大虫，不能去。是啊，妹妹，山里危险。大哥苏文也皱起了小眉头。他听村里老人说过，冬天山里的野兽都饿着肚子，最是凶猛。二哥苏武则比较实际。可是，山里真的有吃的吗？苏小软看着家人担忧的脸，心里暖暖的。他知道他们是关心自己，但他更清楚，如果不做点什么，一家人真的会饿肚子。他的能力告诉他，那座大山里有很多好东西，雪盖住了他们的踪迹，却盖不住他们生命的气息。那些气息像一首首动听的歌，在呼唤着他。爹娘，山里有，真的有。软软不怕冷，软软知道哪里有吃的。苏向东看着女儿不像在说胡话的样子，心里有些动摇。他想起昨天女儿被抱回来时冻得那么厉害，今天却精神头十足，仿佛一点不受影响。这孩子似乎真的有些不一样。可是山里的危险是实实在在的，别说一个3岁半的娃娃，就是他这个壮劳力，冬天也不敢轻易往深山里走。不行，太危险了。苏向东斩钉截铁地拒绝。爹就是去讨饭，也不能让你去山里冒险。可是爹，我们没有米了。苏小软一句话就戳中了要害。苏向东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是啊，没米了，连野菜都快挖不到了。讨饭，这冰天雪地的，谁家有余粮？就算有，他一个7尺男儿，怎么拉得下这个脸？周兰香看着丈夫为难的样子，又看看女儿期盼的眼神。软软乖，是娘没用，让你跟着我们挨饿。等雪化了，娘就去给你找吃的，好不好？不要等，现在就要去。爹，你就带我去嘛，就去山边边，不往里走。软软保证能找到吃的。但那股执拗劲儿却让苏向东有些招架不住。爹，要不就去山脚下看看。苏文小声提议。我们跟着也能帮忙。对，我也去，我能打跑大灰狼。苏向东看着3个孩子，心里五味杂陈。他这个当爹的无能到要让孩子们为吃的发愁，郑重地问：软软，你告诉爹，你为什么觉得山里有吃的？他不能说自己能听懂大山的呼唤，爹娘会以为他是妖怪。软软闻到的，有好香好香的味道，从山里飘出来。这个理由童真又带着一丝神秘。苏向东沉默了。他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庄稼汉，不信什么鬼神之说。但女儿这番话却让他心里那点不甘再次燃起。与其在家坐着等死，不如出去闯一闯。他想起昨天村长的话，日子难，但总得过下去。好。苏向东终于下定了决心。他站起身，眼里重新燃起了光亮。爹带你去。
但是说好了，只在山脚下，一有不对劲，我们马上就回来。耶，爹最好了！苏小软高兴地跳了起来，苏文和苏武也跟着欢呼。周兰香见丈夫做了决定，虽然担心，但也没有再阻拦。她知道这是眼下唯一的办法了。向东，你背着软软，千万看好了。文儿、武儿，你们俩跟紧了，不许乱跑。知道了，娘。爹，我们出发。好，出发。好，出发。苏向东背着女儿，带着2个儿子，一家4口走出了茅草屋，踏入了茫茫的雪地，朝着那座神秘的大青山走去。他们的身影在白色的世界里显得渺小又坚定，未有的清晰。他能听到雪下小草沉睡的呼吸，能看到远处枯树枝桠上鸟窝的轮廓，更能闻到空气中夹杂着的各种生命的气息。爹，往那边走。苏向东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那里被大雪覆盖着，看不出什么特别。他有些犹豫。软软，那边路不好走。有吃的，软软闻到了。苏小软笃定地说。看着女儿坚定的眼神，苏向东鬼使神差地改变了方向，朝着那片灌木丛走去。越往里走，雪越深，苏向东的额头上已经渗出了汗珠。苏文和苏武也走得气喘吁吁。爹，这里什么都没有啊！苏武有些失望地说。苏向东也有些怀疑。就在这时，一只灰色的松鼠从树上嗖的一下窜了下来，停在他们面前不远处的一棵松树下，2只前爪抱着一颗松果，黑溜溜的眼睛好奇地看着他们。苏小软看见小松鼠，眼睛一亮，她在心里对小松鼠说：小松鼠你好呀，你知道哪里有吃的吗？小松鼠仿佛听懂了他的话，歪了歪脑袋，然后把嘴里的松果朝着一个方向扔了过去。松果在雪地上滚了几圈，停在了一个不起眼的雪堆旁边。爹，那里！苏小东不等反应，苏小软已经兴奋地叫了起来，指着松果停下的地方。蛋蛋，有蛋蛋！苏向东将信将疑地走过去，那只是一个很普通的雪堆，一股淡淡的腥味传了出来。苏向东眼睛一亮，加快了动作。当他把所有干草都拨开时，一家人都惊呆了。只见一个简陋的草窝里，密密麻麻地躺着10几个褐色的蛋。野鸡蛋。苏向东惊喜地叫出声来。真的是野鸡蛋。这大雪封山的日子，野鸡都躲起来了，想找到一窝蛋比登天还难。可他们就这么轻易地找到了。苏文和苏武也围了上来，看着草窝里的野鸡蛋，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爹，我们有鸡蛋吃了！苏向东激动地搓了搓手，小心翼翼地把野鸡蛋一个个捡起来，放到背篓里铺好的干草上。他数了数，足足有20个。软软，你真是爹的小福星。苏向东转过身，看着背上的女儿，满脸都是难以置信的喜悦。苏小软得意地扬起小下巴，心里对那只已经不见踪影的小松鼠说了声谢谢。爹，软软说了有吃的吧？是，我们家软软最厉害了。苏向东哈哈大笑，之前的阴霾一扫而空。有了这20个野鸡蛋，一家人至少能撑好几天了。他把背篓背好，感觉脚步都轻快了不少。走，我们回家，爹给你们做鸡蛋糕吃。好耶，吃鸡蛋糕喽！苏文和苏武欢呼着。回去的路上，苏向东的心情无比畅快。他看了一眼背上已经有些昏昏欲睡的女儿，心里充满了感激和惊奇。难道自家这闺女真是什么福星转世？他不敢细想，但事实摆在眼前。要不是女儿坚持要来，还指了这个方向，他们怎么可能找到这窝救命的野鸡蛋？回到村口时，正好遇到几个出来扫雪的村民。向东，进山了，有啥收获没？运气好，捡了一窝野鸡蛋。我的天，这么多！向东，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这大雪天的，我们连根野菜都刨不到，可不是嘛？真是邪了门了。苏向东只是憨厚地笑了笑，没有多解释。他背着女儿，带着儿子，
在村民们羡慕的目光中，昂首挺胸地回了家。他知道，从今天起，他们家的日子要开始不一样了。当家的，你们回来了。周兰香一直在门口焦急地张望，看到丈夫和孩子们平安归来，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快进屋暖和暖和。向东，她不敢相信地看着丈夫，又看看3个孩子，声音都在颤抖。这是哪里来的？是软软带我们找到的，妹妹可厉害了，她一指，爹一挖就有了。真的？这是哪里来的？是软软带我们找到的。苏武抢着回答，一脸骄傲。妹妹可厉害了，她一指，爹一挖就有了。真的？娘，软软说有吃的吧？周兰香再也忍不住。我的软软，我的小福星，真是老天爷开眼，把你送到娘身边来了。她之前还在为女儿的未来担忧，现在看来，女儿根本不是什么赔钱货，而是他们家天大的福气。他们已经不记得上一次吃鸡蛋是什么时候了。爹，娘，我们今天可以吃鸡蛋了吗？苏武舔了舔嘴唇，小声问。吃，当然吃。苏向东大手一挥，豪气地说：今天我们吃顿好的。兰香，你去做饭，我来烧火。好嘞。周兰香擦干眼泪，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好香啊！苏文虽然没说话，哇！软软先吃，我们软软是今天的大功臣。娘也吃，爹也吃，哥哥也吃。好，都吃。一家人围在一起，吃着这来之不易的美味，谁也没有说话，但屋子里充满了温馨和满足。吃完饭，来，功臣的奖励。看着女儿可爱的模样，苏向东和周兰香相视一笑，眼里都是对未来的憧憬。苏向东更是下定了决心，明天雪小点，他就背着软软再进山一趟。他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他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而这一切都是他怀里这个被爷奶嫌弃的赔钱货带来的。软软，你不是赔钱货，你是爹娘的无价之宝。当家的，咱们今天给孩子们蒸个鸡蛋糕吃吧。行，听你的，给娃们解解馋。得了丈夫的准话，周兰香立刻动手。娘，鸡蛋糕是甜的吗？苏武吸溜了一下口水，小声问。就放一点点糖，咱们家糖不多了。香。苏向东看着这幅场景，心里又是酸楚又是满足。他摸了摸软软的头，沉声说：快好了，咱们软软马上就能吃到了。隔壁就是村长王德发家，他家孙子王二狗比苏武大1岁，正是能吃能跑的年纪。他本来在院子里玩泥巴，鼻子抽了抽，一股从未闻过的香味直往他鼻孔里钻。王二狗丢了手里的泥巴，循着香味就找了过来。他家今天中午喝的也是清汤寡水的野菜糊糊，肚子里早就空了。这股香味让他肚子里的馋虫彻底造反了。他蹑手蹑脚地走到苏向东家门口，王二狗把眼睛凑到门缝上，只见苏家灶房里热气腾腾。周兰香正从锅里端出一个大碗，碗里是一整块蒸得满满当当、颤颤巍巍的鸡蛋糕。那颜色金黄，表面光滑，看着就又软又嫩。哇！王二狗的口水瞬间就流了下来，滴在胸前的旧棉袄上。屋里好吃。他奶声奶气地说。周兰香笑了，又给2个儿子一人分了一大块。苏文和苏武狼吞虎咽，吃得满嘴都是，脸上洋溢着巨大的幸福。苏向东和周兰香看着孩子们吃得香，自己却没动。苏小软吃完了自己碗里的一小块，咂咂嘴，意犹未尽。他的大眼睛转了转，忽然看到了门缝外那只一动不动的大眼睛。他端着自己的小破碗，里面还有周兰香刚给他添的一小口。他走到门口，王二狗正看得入神，用小勺子挖起那最后一口鸡蛋糕递了过去。
他看着那勺金黄的鸡蛋糕，又看了看苏小软干净的眼睛，犹豫了一下，还是张开了嘴。那一口鸡蛋糕是他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软软，以后我跟你混，谁欺负你，我揍他。苏小软歪了歪头，不懂什么叫跟他混，但他看王二狗不像是坏人，就点了点头。从此，王二狗就成了苏小软的第一个小跟班。一碗鸡蛋糕下肚，苏向东一家人的心气儿都顺了不少。日子虽然还苦，但有了那10几枚野鸡蛋打底，总算是有了一点盼头。第二天雪停了，灰蒙蒙的天空透出一点亮光。苏向东看着窗外的山，心里又活泛起来。兰香，我想再进山看看。软软运气好，说不定还能再碰上点啥。山里雪厚，万一再遇上啥危险？没事，我不往深处走，就在山外围转转。上次软软能找到鸡蛋，这次说不定还能找到别的。苏向东态度坚决，尝到了甜头，再去冒险的胆子也大了几分。苏小软耳朵尖，听见爹娘在说进山，爹，带软软，软软找好吃的。看着女儿认真的小脸，苏向东心里一软。他想起昨天女儿指着雪堆说蛋蛋的神奇模样，觉得这女儿或许真有点不一般。好，爹带你去。周兰香拗不过他们父女俩，苏向东找出一个大背篓背在身后，又用一条厚布把女儿捆在胸前，只露出一个小脑袋。父女俩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着大雪覆盖的山林走去。进了山，冷冽的空气扑面而来，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只有一些松树还顽强地露着绿色。苏向东没什么目的，只能凭着经验在一些被风的阳坡寻找。他希望能找到一些被雪覆盖的干柴，或者运气好能碰到被冻死的野物。他走了小半个时辰，一无所获。怀里的苏小软却忽然动了动，小手指着左前方一片不起眼的枯树林。爹，那边。苏向东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那里只是一片斜坡，上面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和枯黄的落叶，看不出任何特别之处。软软，那边有什么？吃的，好多吃的。其实，在他的感知里，那片林子里的蘑菇正在呼唤他。它们在土地下积蓄了一整个秋天的营养，虽然被大雪覆盖，但生命力依然旺盛。那种独特的属于菌类的气息，对他来说清晰可辨。苏向东将信将疑，但还是抱着女儿走了过去。他用脚踢开表面的积雪，露出下面一层厚厚的、已经有些腐烂的落叶。他扒开一层落叶，眼睛忽然就直了。落叶之下，密密麻麻地挤着一朵朵蘑菇。这些蘑菇呈深褐色，茎盖肥厚，茎杆粗壮，正是山里最受欢迎的冬菇。我的天！一片又一片，整个斜坡上到处都是这种冬菇。它们一簇簇一丛丛，大的有巴掌那么大，小的也有铜钱大小。这哪里是一小片蘑菇，这简直就是一个蘑菇窝。苏向东的眼睛都红了，他激动的双手都在发抖。他活了30多年，打猎赶山也有10几年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冬菇。这东西在冬天可是稀罕货，拿到镇上去能卖个好价钱。他立刻摘下背篓，也顾不上冷，直接用手一朵一朵地采摘起来。他摘得很快，但蘑菇太多了，摘完一片，旁边又露出一片。苏小软站在旁边，看着爹爹忙碌的身影，开心地笑了。他知道今天家里又能吃上好东西了。苏向东埋头苦干了足足1个多时辰，才把这片斜坡上的冬菇采了个七七八八。他带来的那个大背篓装得满满当当，冒出了一个尖。他看着这满满一背篓的收获，心里乐开了花。这些蘑菇少说也有20-30斤，要是拿到镇上，得换多少粮食回来啊！他小心翼翼地把背篓背上，那沉甸甸的分量压在肩上，却让他觉得无比踏实。我的乖女儿，你真是爹的小福星。父女俩没有再往山里走，直接就往家赶。一路上，苏向东的脚步轻快，
仿佛背着的不是几十斤蘑菇，而是全家未来的希望。苏向东背着满满一筐冬菇回到家，周兰香和2个儿子都看傻了眼。当家的，这都是你采的？周兰香看着那堆得冒尖的褐色蘑菇，声音都在颤抖。是软软找到的。苏向东放下背篓，满脸笑容，把山里的事说了一遍。一家人围着那筐蘑菇，像是看什么稀世珍宝。苏文和苏武伸手摸了摸那肥厚的菌盖，又惊又喜。周兰香更是激动的眼圈都红了。她当即决定，当家的，明天咱们就去镇上赶集，把这些蘑菇卖了，换成钱和粮食。苏向东也是这个意思。夫妻俩商量了一晚上，决定第二天一早天不亮就出发。第二天，夫妻俩起了个大早，他们把蘑菇分成2个小一点的背篓，一人背一个。苏向东不放心把3个孩子自己留在家，就拜托隔壁村长家帮忙照看一天。去镇上的路不好走，特别是雪后，路上又滑又泥泞。但夫妻俩心里装着事，脚下就有劲。他们走了快2个时辰，终于在日头升高的时候赶到了清水镇。镇上的集市很热闹，人来人往，叫卖声不绝于耳。苏向东和周兰香找了个不碍事的角落，把背篓放下，将蘑菇摆出来。这新鲜肥美的冬菇很快就吸引了一些人，但大部分人只是看看，问问价钱，一听价格就摇着头走了。冬天物价贵，普通人家舍不得花钱买这个。夫妻俩站了快1个时辰，只卖出去了2-3斤，换了10几个铜板，两人心里都有些着急。就在这时，老板，这冬菇怎么卖？苏向东赶紧报了价，拈起一朵蘑菇仔细看了看，又闻了闻，眼睛一亮。他是镇上最大的饭馆福满楼的掌柜，姓刘。他一眼就看出这些冬菇是刚采的，品相极好，比市面上那些干货或者存放了几天的货色要强太多。你这些冬菇，我全要了。全要了？苏向东有些不敢相信。对，全要了。刘掌柜点点头。不过价格要比你刚才报的低1成，毕竟我量大。苏向东心里飞快地盘算了一下，虽然价格低了1成，但能一次性全都卖掉，省时省力，还能早点回家，怎么算都划算。行，掌柜的，都卖给您。他立刻答应下来。一称，2个背篓的蘑菇不多不少，正好30斤。按照谈好的价钱，一共是300文钱。苏向东接过那3串铜钱，手都在抖。300文，这是他分家出来以后手里拿过的最大一笔钱。他紧紧地攥着钱串，冰凉的铜钱在他手心里，却烫得他心脏砰砰直跳。周兰香站在一旁，也是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她看着丈夫手里的钱，眼睛里泛起了泪光。有了这笔钱，孩子们这个冬天就不会挨饿了。这是他们分家后靠自己双手挣来的第一笔巨款，是他们家的第1桶金。刘掌柜看他们夫妻俩激动的样子，笑了笑，又说：以后要再有这种好货，直接送到我福满楼来，我都要。谢谢掌柜的，谢谢掌柜的。苏向东连连点头道谢。卖完了蘑菇，背篓空了，夫妻俩的心却被填得满满的。他们站在集市上，看着手里沉甸甸的铜钱，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先去买什么。第二天，夫妻俩起了个大早，他们把蘑菇分成2个小一点的背篓，一人背一个。苏向东不放心把3个孩子自己留在家，就拜托隔壁村长家帮忙照看一天。去镇上的路不好走，特别是雪后，路上又滑又泥泞。但夫妻俩心里装着事，脚下就有劲。他们走了快2个时辰，终于在日头升高的时候赶到了清水镇。镇上的集市很热闹，人来人往，叫卖声不绝于耳。苏向东和周兰香找了个不碍事的角落，把背篓放下，将蘑菇摆出来。这新鲜肥美的冬菇很快就吸引了一些人，但大部分人只是看看，问问价钱，一听价格就摇着头走了。冬天物价贵，普通人家舍不得花钱买这个。
夫妻俩站了快1个时辰，只卖出去了2、3斤，换了10几个铜板，两人心里都有些着急。就在这时，老板，这冬菇怎么卖？苏向东赶紧报了价，拈起一朵蘑菇仔细看了看，又闻了闻，眼睛一亮。他是镇上最大的饭馆福满楼的掌柜，姓刘。他一眼就看出这些冬菇是刚采的，品相极好，比市面上那些干货或者存放了几天的货色要强太多。你这些冬菇，我全要了。全要了？苏向东有些不敢相信。对，全要了。刘掌柜点点头。不过价格要比你刚才报的低1成，毕竟我量大。苏向东心里飞快地盘算了一下，虽然价格低了1成，但能一次性全都卖掉，省时省力，还能早点回家，怎么算都划算。行，掌柜的，都卖给您。他立刻答应下来。一称，2个背篓的蘑菇不多不少，正好30斤。按照谈好的价钱，一共是300文钱。苏向东接过那3串铜钱，手都在抖。300文，这是他分家出来以后手里拿过的最大一笔钱。他紧紧地攥着钱串，冰凉的铜钱在他手心里，却烫得他心脏砰砰直跳。周兰香站在一旁，也是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她看着丈夫手里的钱，眼睛里泛起了泪光。有了这笔钱，孩子们这个冬天就不会挨饿了。这是他们分家后靠自己双手挣来的第一笔巨款，是他们家的第1桶金。刘掌柜看他们夫妻俩激动的样子，笑了笑，又说：以后要再有这种好货，直接送到我福满楼来，我都要。谢谢掌柜的，谢谢掌柜的。苏向东连连点头道谢。卖完了蘑菇，背篓空了，夫妻俩的心却被填得满满的。他们站在集市上，看着手里沉甸甸的铜钱，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先去买什么。那天晚上，苏向东家的小茅草屋里飘出了浓郁的红烧肉香味。周兰香的手艺很好，那2斤五花肉被她炖得软烂入味，肥而不腻。锅里还蒸着白白胖胖的大馒头。一家人围着小桌子，桌上摆着1大盆红烧肉，1大盘白面馒头。吃吧，都多吃点。苏向东给每个孩子的碗里都加了满满的肉，孩子们大口吃肉，大口啃着馒头，吃得满嘴是油。苏向东和周兰香看着孩子们满足的笑脸，自己只象征性的吃了1、2块，剩下的都留给了孩子。苏小软小小的肚皮吃得滚圆，她靠在娘的怀里，手里还拿着小半个馒头，幸福地眯起了眼睛。屋外的寒风还在呼啸，但屋里却温暖如春。一顿饱饭让这个家重新充满了欢声笑语，也让所有人都看到了未来的盼头。苏向东家炖肉的香味实在是太霸道了，那股子混合着酱油、大料和猪油的浓香，顺着风毫不讲理地飘进了村子的每一个角落，也飘进了不远处的苏家老宅。苏家老宅里，苏老太正就着一碟咸菜，喝着清的能看见碗底的稀粥。她吸了吸鼻子，一股浓烈的肉香钻进鼻孔，让她碗里的稀粥瞬间变得索然无味。哪家在吃肉这么香？她放下碗嘀咕了一句。这时候大儿媳妇从外面走了进来，一脸的嫉妒。娘，是老二家，我刚才路过，那香味就是从他家传出来的，全村都闻到了。老二家，苏老太的3角眼立刻立了起来。他们哪来的钱买肉吃？谁知道呢？听说他们今天去镇上赶集了，回来的时候提着大包小包的，不只有肉，还有白面和新布呢。大儿媳妇添油加醋地说。苏老太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苏向东一家被分出去的时候是什么样，他最清楚。那真是家徒四壁，连明天的口粮都没有。这才几天功夫，怎么就能吃上肉，穿上新衣了？他心里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地做出判断。苏向东必定是进入深山后交了好运，得到了某种珍贵物品，并将其出售，换来了钱财。每当脑海里浮现出这样的想法时，苏老太那颗心便如同被一只顽皮的猫儿用锋利的爪子轻轻搔抓一般，
让他感到无比的不适和难耐。毕竟在他看来，苏向东可是他含辛茹苦抚养长大的亲生骨肉啊。既然如此，那么苏向东所赚取的每一分钱都理所当然应该归属于他这位母亲所有才对。哪怕他们已经分了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忘记对父母应尽的孝道与责任。他越想越气，越想越觉得那些钱本该是自己的。不行，我得去问问。辛辛苦苦把他拉扯大，现在有钱了就忘了老子娘了，没这个道理。他转身就去找苏老头。苏老头正吧嗒吧嗒抽着旱烟，听了老伴的话，也觉得心里不舒坦。他虽然没苏老太那么刻薄，但骨子里也是自私的，觉得儿子孝敬老子天经地义。走，大强，跟你娘去看看。苏老头对着里屋的大儿子苏大强喊了一声。苏大强早就被那肉香味勾得心里痒痒，一听这话，立刻就从炕上爬了起来。他也觉得弟弟挣了钱，怎么也得分哥哥一点。于是苏老太打头，苏老头和苏大强跟在后面，一家三口气势汹汹地朝着苏向东家走去。此时苏向东家刚吃完晚饭，伴随着苏老太尖利的大嗓门，是进入深山后交了好运，得到了某种珍贵物品，并将其出售换来了钱财。每当脑海里浮现出这样的想法时，苏老太那颗心便如同被一只顽皮的猫儿用锋利的爪子轻轻搔抓一般，让他感到无比的不适和难耐。毕竟在他看来，苏向东可是他含辛茹苦抚养长大的亲生骨肉啊。既然如此，那么苏向东所赚取的每一分钱都理所当然应该归属于他这位母亲所有才对。哪怕他们已经分了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忘记对父母应尽的孝道与责任。他越想越气，越想越觉得那些钱本该是自己的。不行，我得去问问。辛辛苦苦把他拉扯大，现在有钱了就忘了老子娘了，没这个道理。他转身就去找苏老头。苏老头正吧嗒吧嗒抽着旱烟，听了老伴的话，也觉得心里不舒坦。他虽然没苏老太那么刻薄，但骨子里也是自私的，觉得儿子孝敬老子天经地义。走，大强，跟你娘去看看。苏老头对着里屋的大儿子苏大强喊了一声。苏大强早就被那肉香味勾得心里痒痒，一听这话，立刻就从炕上爬了起来。他也觉得弟弟挣了钱，怎么也得分哥哥一点。于是苏老太打头，苏老头和苏大强跟在后面，一家三口气势汹汹地朝着苏向东家走去。此时苏向东家刚吃完晚饭，伴随着苏老太尖利的大嗓门，此时苏向东家刚吃完晚饭，伴随着苏老太尖利的大嗓门，苏向东，听说你发财了，挣了钱也不知道孝敬爹娘，都自己花了，把钱拿出来。好啊，你们躲在这里吃香的喝辣的，长本事了啊！就是，四弟，你怎么能自己发财就不管爹娘和我们了？我们还在老宅啃糠咽菜，你倒好，都吃上肉了。苏向东拳头捏得咯咯作响，挡在妻女面前，声音低沉：爹娘大哥，分家的时候说得清清楚楚，我们已经另立门户，自负盈亏。放屁！你是我生的，你挣的钱就该是我的，赶紧把钱拿出来，我替你们保管。娘，你看清楚了，这是分家文书，上面白纸黑字写着我们净身出户，从此两家再无干系，你们没有资格再来管我们要一文钱。往日柔弱的周兰香此刻双眼通红，像一头护崽的母狼，浑身都带着刺。苏老太被他这副样子镇住了，一时没反应过来。苏向东也往前一步，高大的身躯将妻女完全护住，闷声说道：我媳妇说得对，分家了，我们家的事就不用你们操心了。苏老太回过神来，顿时撒起泼来：反了天了！你个不下蛋的母鸡也敢跟我叫板？什么分家文书，我撕了它！他伸手就去抓那张纸，还想趁机去抢苏向东腰间的钱袋。苏向东再也忍不住，一把推在苏老太的肩膀上。他没用多大力气，只是想把他隔开，但苏老太自己脚下不稳，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哎呦喂，杀人了！
儿子打老娘啦！苏老太立刻开始嚎啕大哭，在地上打滚。没天理了啊！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不孝的东西？一家人闹成一团。就在这时，一个奶声奶气的声音突然响起：“坏奶奶，赔钱货！”整个屋子瞬间安静了，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苏小软。3岁半的娃娃口齿清晰，那句赔钱货学得惟妙惟肖，正是苏老太以前天天挂在嘴边的。苏老太的哭嚎声卡在了喉咙里，她瞪大眼睛看着自己的小孙女，脸上青一阵白一阵。这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是骂人，可从他最看不起的赔钱货嘴里说出来，却像一个最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他脸上。他只觉得眼前一黑，差点真的昏过去。你这个……苏大强扶起苏老太，一家人看着这硬气的苏向东夫妇和那个伶牙俐齿的小娃娃，知道今天这钱是要不来了。好得很，你们就等着饿死吧。苏老太撂下一句狠话，被苏大强和苏老头搀扶着灰溜溜地走了。屋里终于恢复了安静。娘不哭，软软保护你。赶走了苏老太一家，苏向东家的气氛并未变得沉重，反而有种拨云见日的轻松。苏向东看着妻子和女儿，心里无比庆幸自己分了家。周兰香也觉得，为了孩子，自己必须一直这么强硬下去。苏文和苏武2个小子更是兴奋，他们觉得刚才爹娘和妹妹的样子帅极了。午后，雪停了，太阳懒洋洋地挂在天上。苏文和苏武带着苏小软在家门口的空地上玩雪，2个哥哥堆了个奇形怪状的雪人，苏小软则好奇地追着一只在雪地上跳来跳去的麻雀。玩了一会儿，苏小软抬头看到院墙边那棵老榆树上有一只毛茸茸的灰色小松鼠，正抱着一颗果子啃。他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他迈着小短腿跑到树下，仰着头看着那只小松鼠。他没有说话，只是用他那双清澈的眼睛专注地望着。在别人看来，这只是个对小动物好奇的娃娃，可苏小滚知道，他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跟小松鼠沟通。你好呀，你的果果看起来很好吃，我也想吃。那只小松鼠停下了啃食的动作，黑豆般的小眼睛好奇地打量着树下的苏小软。他歪了歪脑袋，仿佛在思考。他从这个小娃娃身上没有感受到任何恶意，反而有种亲近的感觉。小松鼠吱吱叫了2声，苏小软听懂了。你是说你愿意给我吗？小松鼠点点头，然后把啃了一半的果子从树上扔了下来。苏小软高兴地捡起来，发现是一颗榛子。他冲着树上的小松鼠挥挥手，谢谢你。小松鼠又吱吱叫了几声，像是在说不用谢。然后他转身飞快地在树枝间跳跃，消失不见了。苏文和苏武还在跟雪人较劲，并没有注意到妹妹和松鼠的互动。苏小软剥开榛子，把果仁塞进嘴里，香香脆脆的，真好吃。他正回味着，突然听到头顶传来一阵簌簌声，抬头一看，只见刚才那只小松鼠又回来了，而且还带来了好几个同伴。7、8只毛茸茸的小松鼠在老榆树的枝桠间穿梭，它们的嘴里都鼓鼓囊囊的。紧接着，神奇的一幕发生了，1颗、2颗、3颗，饱满的榛子和松子从树上接二连三地掉了下来，不偏不倚，全都落在苏小软脚边的雪地上。很快，他脚边就堆起了一小堆坚果。这边的动静终于惊动了苏文和苏武。妹妹，你……苏文张大了嘴巴，指着苏小软脚下的那堆坚果，话都说不利索了。苏武更是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他跑过来，抓起一把榛子，又抓起一把松子，确认这不是幻觉。天哪，妹妹，这是怎么回事？苏武震惊地问道。是那些松鼠给你的？苏小软点点头，指着树上那些还在往下扔果子的小松鼠，奶声奶气地说：“他们送的。”树上的松鼠们扔完存货，排成一排蹲在树枝上，齐刷刷地看着苏小 soft。
苏文和苏武彻底看呆了，他们只在故事里听过动物有灵性，可从来没见过松鼠会主动给人类送吃的，还送这么多。苏文愣愣地看着自己的妹妹，她穿着厚厚的棉袄，小脸蛋冻得红扑扑的，正仰着头冲松鼠们笑。她突然觉得妹妹不是普通人。妹妹，苏文走过去，小心翼翼地问：“你是山神派来的小仙女吗？”苏小软眨了眨大眼睛，歪着头想了想，然后重重地点了点头。两个哥哥倒吸一口凉气，对视一眼，都在对方眼中看到了震撼。他们决定，这个秘密一定要替妹妹保守好。屋里终于恢复了安静。娘不哭，软软保护你。赶走了苏老太一家，苏向东家的气氛并未变得沉重，反而有种拨云见日的轻松。苏向东看着妻子和女儿，心里无比庆幸自己分了家。周兰香也觉得，为了孩子，自己必须一直这么强硬下去。苏文和苏武两个小子更是兴奋，他们觉得刚才爹娘和妹妹的样子帅极了。午后，雪停了，太阳懒洋洋地挂在天上。苏文和苏武带着苏小软在家门口的空地上玩雪，两个哥哥堆了个奇形怪状的雪人，苏小软则好奇地追着一只在雪地上跳来跳去的麻雀。玩了一会儿，苏小软抬头看到院墙边那棵老榆树上有一只毛茸茸的灰色小松鼠，正抱着一颗果子啃。他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他迈着小短腿跑到树下，仰着头看着那只小松鼠。他没有说话，只是用他那双清澈的眼睛专注地望着。在别人看来，这只是个对小动物好奇的娃娃，可苏小滚知道，他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跟小松鼠沟通。你好呀，你的果果看起来很好吃，我也想吃。那只小松鼠停下了啃食的动作，黑豆般的小眼睛好奇地打量着树下的苏小软。他歪了歪脑袋，仿佛在思考。他从这个小娃娃身上没有感受到任何恶意，反而有种亲近的感觉。小松鼠吱吱叫了两声，苏小软听懂了。你是说你愿意给我吗？小松鼠点点头，然后把啃了一半的果子从树上扔了下来。苏小软高兴地捡起来，发现是一颗榛子。他冲着树上的小松鼠挥挥手：“谢谢你。”小松鼠又吱吱叫了几声，像是在说不用谢。然后他转身飞快地在树枝间跳跃，消失不见了。苏文和苏武还在跟雪人较劲，并没有注意到妹妹和松鼠的互动。苏小软剥开榛子，把果仁塞进嘴里，香香脆脆的，真好吃。他正回味着，突然听到头顶传来一阵簌簌声，抬头一看，只见刚才那只小松鼠又回来了，而且还带来了好几个同伴。7、8只毛茸茸的小松鼠在老榆树的枝桠间穿梭，它们的嘴里都鼓鼓囊囊的。紧接着，神奇的一幕发生了，1颗、2颗、3颗，饱满的榛子和松子从树上接二连三地掉了下来，不偏不倚，全都落在苏小软脚边的雪地上。很快，他脚边就堆起了一小堆坚果。这边的动静终于惊动了苏文和苏武。妹妹，你……苏文张大了嘴巴，指着苏小软脚下的那堆坚果，话都说不利索了。苏武更是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他跑过来，抓起一把榛子，又抓起一把松子，确认这不是幻觉。天哪，妹妹，这是怎么回事？苏武震惊地问道。是那些松鼠给你的？苏小软点点头，指着树上那些还在往下扔果子的小松鼠，奶声奶气地说：“他们送的。”树上的松鼠们扔完存货，排成一排蹲在树枝上，齐刷刷地看着苏小 soft。苏文和苏武彻底看呆了，他们只在故事里听过动物有灵性，可从来没见过松鼠会主动给人类送吃的，还送这么多。苏文愣愣地看着自己的妹妹，她穿着厚厚的棉袄，小脸蛋冻得红扑扑的，正仰着头冲松鼠们笑。他突然觉得妹妹不是普通人。妹妹，苏文走过去，小心翼翼地问：“你
你是山神派来的小仙女吗？苏小软眨了眨大眼睛，歪着头想了想，然后重重地点了点头。两个哥哥倒吸一口凉气，对视一眼，都在对方眼中看到了震撼。他们决定，这个秘密一定要替妹妹保守好。苏向东和周兰香正在屋里收拾，就听见院子里传来两个儿子大呼小叫的声音：“爹，娘，你们快出来看啊！”一出门也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是哪来的？是松鼠送给妹妹的。爹，妹妹是小仙女。苏向东和周兰香哭笑不得，但看着那堆凭空出现的坚果，又觉得儿子的话不全是胡说。他们对女儿的福气又有了新的认识。快收起来！一家人七手八脚地把所有坚果都装了进去，沉甸甸的一大袋。苏向东掂了掂，脸上乐开了花。这可是不用花钱的好东西，炒熟了就是最好的零嘴。当天晚上，苏向东就把铁锅烧热，将一小半榛子和松子倒进去干炒。随着锅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一股浓郁的坚果香气从苏家的烟囱里飘了出去，顺着傍晚的寒风传遍了整个村子。这年头，大家肚子里都没什么油水，嗅觉格外灵敏。谁家呀？炒什么呢？这么香，闻着像是苏向东家传来的。他家今天不是刚吃了肉吗？怎么又有好东西了？走，去看看。不少村民都循着香味溜达到苏向东家附近，他们不敢靠得太近，只敢在远处伸着脖子往里瞧。只见苏家茅屋里灯火通明，一家人围着火盆，每个人手里都抓着一把炒熟的坚果，吃得正香。孩子们满足的笑脸在火光下显得格外幸福。这幅景象刺痛了围观村民的眼睛。想当初苏向东一家被分出来的时候，全村人都觉得他们熬不过这个冬天。可现在呢，人家又是吃野鸡蛋，又是吃红烧肉，现在连炒货都有了。这日子过得比村里任何一家都要好。最初的看笑话早已变成了赤裸裸的羡慕。一些心思活络的人开始琢磨起来，苏向东老实巴交一个人，怎么突然就转运了？难道他有什么进山找东西的诀窍？第二天，苏向东出门的时候，立刻就有村民凑了上来。向东啊，听说你家昨天吃炒榛子了，在哪儿找的那么好的运气？一个平日里爱嚼舌根的婆子笑着问。苏向东憨厚地笑了笑，就是孩子们在山边玩，运气好捡到的。是吗？那你们家前些天那窝野鸡蛋也是捡的？又有人旁敲侧击。是啊，都是运气。苏向东嘴巴很严，他隐约觉得女儿的事情不能外传。村民们问了半天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好悻悻地散了。但他们心里都清楚，苏向东家肯定是走了大运了。这运气八成还跟他们家那个叫软软的福娃娃有关。村里人对苏向东一家的态度，在羡慕之余又多了一丝敬畏，再也没人敢当面说他们家的闲话了。苏向东和周兰香正在屋里收拾，就听见院子里传来两个儿子大呼小叫的声音：“爹，娘，你们快出来看啊！”一出门也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是哪来的？是松鼠送给妹妹的。爹，妹妹是小仙女。苏向东和周兰香哭笑不得，但看着那堆凭空出现的坚果，又觉得儿子的话不全是胡说。他们对女儿的福气又有了新的认识。快收起来！一家人七手八脚地把所有坚果都装了进去，沉甸甸的一大袋。苏向东掂了掂，脸上乐开了花。这可是不用花钱的好东西，炒熟了就是最好的零嘴。当天晚上，苏向东就把铁锅烧热，将一小半榛子和松子倒进去干炒。随着锅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一股浓郁的坚果香气从苏家的烟囱里飘了出去，顺着傍晚的寒风传遍了整个村子。这年头，大家肚子里都没什么油水，嗅觉格外灵敏。谁家呀？炒什么呢？这么香，
闻着像是苏向东家传来的。他家今天不是刚吃了肉吗？怎么又有好东西了？走，去看看。不少村民都循着香味溜达到苏向东家附近，他们不敢靠得太近，只敢在远处伸着脖子往里瞧。只见苏家茅屋里灯火通明，一家人围着火盆，每个人手里都抓着一把炒熟的坚果，吃得正香。孩子们满足的笑脸在火光下显得格外幸福。这幅景象刺痛了围观村民的眼睛。想当初苏向东一家被分出来的时候，全村人都觉得他们熬不过这个冬天。可现在呢，人家又是吃野鸡蛋，又是吃红烧肉，现在连炒货都有了。这日子过得比村里任何一家都要好。最初的看笑话早已变成了赤裸裸的羡慕。一些心思活络的人开始琢磨起来，苏向东老实巴交一个人，怎么突然就转运了？难道他有什么进山找东西的诀窍？第二天，苏向东出门的时候，立刻就有村民凑了上来。向东啊，听说你家昨天吃炒榛子了，在哪儿找的那么好的运气？一个平日里爱嚼舌根的婆子笑着问。苏向东憨厚地笑了笑，就是孩子们在山边玩，运气好捡到的。是吗？那你们家前些天那窝野鸡蛋也是捡的？又有人旁敲侧击。是啊，都是运气。苏向东嘴巴很严，他隐约觉得女儿的事情不能外传。村民们问了半天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好悻悻地散了。但他们心里都清楚，苏向东家肯定是走了大运了。这运气八成还跟他们家那个叫软软的福娃娃有关。村里人对苏向东一家的态度，在羡慕之余又多了一丝敬畏。再也没人敢当面说他们家的闲话了。苏小软的福星体质越来越明显，她似乎天生就和这座大山亲近。有时候她只是在家门口的田埂上走一圈，就能从草垛里掏出2个鸟蛋。有时候她跟着哥哥们去河边，随手一指，哥哥就能从石头缝里摸出一条肥硕的河鱼。一家人的生活因为苏小软的存在变得越来越好。苏小软自己也对自己身上的变化感到好奇。她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她能感觉到花草树木的情绪，也能隐约猜到小动物们的心思。直到那天，她才真正确认了自己的这份不同。那是个晴天，爹娘和哥哥们都出去了，只有苏小软一个人在家。她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突然间，一道极其轻微，仿佛来自遥远天际般的叽叽声飘进了他的耳朵里。这阵声音虽然细微的几乎难以察觉，但却像一把钥匙一样，轻而易举地打开了他紧闭已久的双眼。他眨眨眼，努力让自己从迷蒙中清醒过来，并开始仔细聆听那道神秘而又引人入胜的声音究竟源自何处。终于经过一番寻觅之后，他成功地找到了声源。就在房间的角落里，有一只可怜巴巴的小麻雀正蜷缩成一团，瑟瑟发抖呢。只见它的一侧翅膀无力地下垂着，与此同时，小家伙似乎正在忍受巨大的痛苦一般，拼命挣扎着想要重新振翅高飞，但每一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看到这一幕，善良可爱的苏小软毫不犹豫地飞奔上前去，然后动作轻柔无比地蹲下身子来。此时此刻，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帮助眼前这只受伤的小生灵摆脱困境。这一次，那些声音在苏小软的脑海里不再是单纯的鸟叫，而是变成了清晰的意思。好疼，救救我！苏小软愣住了，他能听懂小麻雀说话。他不是猜测，不是感知，而是清清楚楚地听懂了他在说什么。这个发现让他震惊又新奇。他试着在心里回应：“你别怕，我不会伤害你。”小麻雀停止了挣扎，安静下来，用黑溜溜的眼睛看着他，仿佛真的听懂了他的安抚。苏小软小心地把他捧起来，带回屋里。他学着娘亲处理伤口的样子，找来干净的布条，又从山上认得的草药里找到一种能止血的，嚼碎了敷在小麻雀的翅膀上。谢谢你，
你是个好人。小麻雀虚弱的声音再次在他脑海里响起。苏小软开心地笑了，他确认了自己真的拥有一个天大的金手指，它能和动物，甚至可能和植物沟通。他把小麻雀安置在一个铺了软草的篮子里，又找来几粒小米喂给它。做完这一切，他跑到门口，警惕地看了看四周，确认没有任何人看到刚才发生的一切。他心里明白，这个能力太神奇了，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是他最大的秘密，如果被人知道了，说不定会把他当成妖怪抓起来。他摸了摸胸口，下定决心，这个秘密他要永远保守下去，一本是对最亲的爹娘和哥哥也不能说。从那天起，苏小软开始有意识地运用自己的能力，他会偷偷和院子里的鸡鸭说话，问他们今天想不想下蛋。他也会和路边的小草聊天，问他们哪里有好吃又没毒的野菜。他的福运从此变得更加精准，靠着苏小软的福运，苏向东一家这个冬天过得十分滋润，家里不仅有了存粮，甚至还攒下了几十文钱。眼看天气回暖，苏向东寻思着再进山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打到些什么猎物，开春了好有力气干活。周兰香有些不放心，但看着家里日子越来越好，也没多阻拦，只让他千万小心，别往深山里去。苏小软一听爹爹要进山，立刻粘了上来，抱着他的腿不撒手。爹爹，带软软去，软软要找好吃的。苏向东看着女儿央求的眼神，心里直发软。但山里毕竟危险，他坚决不同意。可苏小软这次异常执着，哭着闹着非要跟去。苏向东夫妇没办法，只好答应带他一起，但说好只在山的外围转转，绝不深入。苏小软的福星体质越来越明显，她似乎天生就和这座大山亲近。有时候她只是在家门口的田埂上走一圈，就能从草垛里掏出2个鸟蛋。有时候她跟着哥哥们去河边，随手一指，哥哥就能从石头缝里摸出一条肥硕的河鱼。一家人的生活因为苏小软的存在变得越来越好。苏小软自己也对自己身上的变化感到好奇，她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她能感觉到花草树木的情绪，也能隐约猜到小动物们的心思。直到那天，她才真正确认了自己的这份不同。那是个晴天，爹娘和哥哥们都出去了，只有苏小软一个人在家。她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突然间，一道极其轻微，仿佛来自遥远天际般的叽叽声飘进了他的耳朵里。这阵声音虽然细微的几乎难以察觉，但却像一把钥匙一样，轻而易举地打开了他紧闭已久的双眼。他眨眨眼，努力让自己从迷蒙中清醒过来，并开始仔细聆听那道神秘而又引人入胜的声音究竟源自何处。终于，经过一番寻觅之后，他成功地找到了声源。就在房间的角落里，有一只可怜巴巴的小麻雀正蜷缩成一团，瑟瑟发抖呢。只见它的一侧翅膀无力地下垂着，与此同时，小家伙似乎正在忍受巨大的痛苦一般，拼命挣扎着想要重新振翅高飞，但每一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看到这一幕，善良可爱的苏小软毫不犹豫地飞奔上前去，然后动作轻柔无比地蹲下身子来。此时此刻，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帮助眼前这只受伤的小生灵摆脱困境。这一次，那些声音在苏小软的脑海里不再是单纯的鸟叫，而是变成了清晰的意思。好疼，救救我！苏小软愣住了，他能听懂小麻雀说话。他不是猜测，不是感知，而是清清楚楚地听懂了他在说什么。这个发现让他震惊又新奇。他试着在心里回应：你别怕，我不会伤害你。小麻雀停止了挣扎，安静下来，用黑溜溜的眼睛看着他，仿佛真的听懂了他的安抚。苏小软小心地把他捧起来带回屋里。他学着娘亲处理伤口的样子，找来干净的布条，又从山上认得的草药里找到一种能止血的，嚼碎了敷在小麻雀的翅膀上。谢谢你，你是个好人。
小麻雀虚弱的声音再次在他脑海里响起。苏小软开心地笑了，他确认了自己真的拥有一个天大的金手指，它能和动物，甚至可能和植物沟通。他把小麻雀安置在一个铺了软草的篮子里，又找来几粒小米喂给它。做完这一切，他跑到门口，警惕地看了看四周，确认没有任何人看到刚才发生的一切。他心里明白，这个能力太神奇了，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是他最大的秘密。如果被人知道了，说不定会把他当成妖怪抓起来。他摸了摸胸口，下定决心，这个秘密他要永远保守下去，一本是对最亲的爹娘和哥哥也不能说。从那天起，苏小软开始有意识地运用自己的能力，他会偷偷和院子里的鸡鸭说话，问他们今天想不想下蛋。他也会和路边的小草聊天，问他们哪里有好吃又没毒的野菜。他的福运从此变得更加精准，靠着苏小软的福运，苏向东一家这个冬天过得十分滋润，家里不仅有了存粮，甚至还攒下了几十文钱。眼看天气回暖，苏向东寻思着再进山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打到些什么猎物，开春了好有力气干活。周兰香有些不放心，但看着家里日子越来越好，也没多阻拦，只让他千万小心，别往深山里去。苏小软一听爹爹要进山，立刻粘了上来，抱着他的腿不撒手。爹爹，带软软去，软软要找好吃的。苏向东看着女儿央求的眼神，心里直发软。但山里毕竟危险，他坚决不同意。可苏小软这次异常执着，哭着闹着非要跟去。苏向东夫妇没办法，只好答应带他一起，但说好只在山的外围转转，绝不深入。第二天一早，苏向东用背篓背着苏小软，周兰香也跟着，一家三口进了山。初春的山里，积雪还未完全融化，空气清冷，阳光透过树叶间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苏小软安静地坐在背篓里，一双大眼睛滴溜溜直转，充满好奇地四处张望。微风轻拂着她粉嫩的脸颊，带来丝丝凉爽，同时也送来阵阵悦耳动听的声响。那是风穿过树梢时发出的沙沙声，是鸟儿欢快歌唱的叽叽喳喳声，还有众多不知名的植物正奋力从泥土中挣脱出来所发出的微弱而坚定的呼喊声。这些美妙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宛如大自然演奏的一场盛大交响乐，让苏小软陶醉其中，无法自拔。然而此刻，他心中却惦记着一件事，于是便轻声向四周的草木及小动物们询问道：“请问一下哦，这里有没有比较大只的家伙呢？”原来这个小家伙口中所说的大家伙，其实就是那些可爱的小兔子或是色彩斑斓的野鸡啦。就在这时，一个略显沙哑且带着几分沧桑感的声音突然在苏小软的脑海深处回响起来，仿佛是从身旁那棵高大挺拔的松树上传过来一般。前方不远处确实存在那样的大家伙，不过千万别过去啊，那里很危险。可惜话音未落，苏向东已然背负着女儿向前走出老远，根本无暇顾及其他。他们不知不觉走得比平时深了一些，这里的树木更加高大，林间也更安静。突然，苏向东停住了脚步，他警惕地看着前方的一片灌木丛。灌木丛里传来一阵哼哼唧唧的声音，周兰香紧张地拉住丈夫的衣袖。苏向东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小心翼翼地拨开一点树枝。只见灌木丛里传来一阵哼哼唧唧的声音，周兰香紧张地拉住丈夫的衣袖。苏向东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小心翼翼地拨开一点树枝。只见灌木丛后面，几只身上带着条纹的小野猪正在拱土玩耍。苏向东心里一惊，刚想悄悄退走，就晚了。哼！一声粗重的哼叫从旁边传来，一头体型巨大的母野猪从树后转了出来。他看到了苏向东一家，又看了看自己的孩子，一双眼睛瞬间变得通红。他感觉自己的幼崽受到了威胁。母野猪低下头，
长长的獠牙在日光下泛着寒光。他刨了刨前蹄，猛地朝着3人冲了过来。快跑！苏向东吓得魂飞魄散，他吼了一声，转身就跑。他背着苏小软，根本跑不快。周兰香也吓得脸色惨白，跟在丈夫身边亡命飞奔。那头母野猪发起疯来，速度快得惊人。它横冲直撞，撞断了不少小树，巨大的哼叫声和 crashing sound 越来越近。苏向东和周兰香只觉得心脏都快从喉咙里跳出来了，他们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危险的情况。背篓里的苏小软被颠得七荤八素，他回头看了一眼，那头愤怒的野猪离他们只有不到10丈远了，他的小脸也吓白了。轰隆，震耳欲聋的闷响让整片雪林都为之一颤。苏向东和周兰香惊魂未定地停下脚步，机械地回过头，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毕生难忘。就在刚才，那头如同小山般凶猛冲来的母野猪，此刻竟直挺挺地躺在了一棵需要2人合抱的巨大古松树下，四蹄朝天，微微抽搐，哼唧声都变得微弱。他的额头上，一个血淋淋的大洞正鼓鼓地往外冒着热气，将身下的积雪染成一片触目惊心的嫣红。而那棵古松巍然不动，只是几片松针悠悠飘落，仿佛在嘲笑这个不自量力的挑衅者。死了还是晕了？苏向东的大脑一片空白，心脏在胸腔里狂跳，几乎要冲破喉咙。他甚至能清晰地听到自己粗重的喘息声和妻子同样急促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几秒钟前，他们还以为自己一家3口今日就要命丧这深山老林，成为野猪的腹中餐。那种死亡迫近的冰冷和绝望，至今还攥着他们的心脏，让他们手脚发软。爹娘，猪猪睡着了。怀里传来女儿苏小软奶声奶气的声音，带着一丝天真的疑惑。她的小手还指着那头野猪，黑葡萄般的大眼睛里没有恐惧，只有好奇。软软，你没吓着吧？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他上下检查着女儿，生怕她受了一丁点惊吓。苏向东也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拍了拍妻子的后背，示意她安心，然后将目光死死锁定在那头野猪身上。他咽了口唾沫，喉结上下滚动，壮着胆子又靠近了几步。野猪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只有偶尔的抽搐证明他还未彻底死透。怎么回事？苏向东百思不得其解。他清楚地记得刚才那野猪红着眼笔直地朝他们冲来，那股势头不把他们撞飞绝不罢休。可为什么他会突然一头撞在旁边的大树上？这棵树虽然粗壮，但离他们一家逃跑的路线明明还有几步的距离。野猪是瞎了吗？会跑偏？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女儿苏小软。就在刚刚最危急的关头，他似乎听到了女儿稚嫩的尖叫声，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像是在喊着什么。撞他，撞他！对，就是这句。软软对着大树喊了这么一句，一个荒谬至极的念头从苏向东心底冒出，让他自己都打了个寒战。难道是软软让这棵树……他甩了甩头，把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赶出脑海。怎么可能？软软才3岁半，一棵树又怎么可能听得懂人话？一定是巧合，是他们家福大命大，这头野猪自己慌不择路，一头撞死了。对，一定是这样。想通了这一点，苏向东的心情从后怕瞬间转为狂喜。这是一头几百斤重的大野猪啊！在这个年代，猪肉是何等金贵的东西，一头几百斤的野猪，那就是一笔从天而降的横财，是能让一家人吃上1年肥肉的巨大财富。兰香，我们发了，我们发财了！苏向东激动的声音都变了调，他冲到妻子面前，抓住她的肩膀用力摇晃着。你看，这么大一头野猪，咱们家有救了，孩子们有肉吃了。周兰香看着那头庞然大物，也从巨大的惊恐中反应过来，喜悦的泪水瞬间夺眶而出。她捂着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前一刻还是夺命的凶兽，下一刻就变成了救命的财富。这大起大落实在太刺激了，这大起大落实在太刺激了。爹，肉肉！苏小软显然也明白了什么，她舔了舔小嘴唇，眼睛亮晶晶的。没有什么比肉肉这2个字对一个饿了很久的孩子更有吸引力了。对，肉肉，咱们软软有肉肉吃了。苏向东哈哈大笑，一把将女儿高高举起，在她粉嫩的脸蛋上狠狠亲了一口。软软，你真是爹娘的福星，你就是天上下凡的小仙女，每次带你进山都有好运气。苏小软被爹爹举着，咯咯地笑了起来。她心里藏着一个小秘密，没有告诉爹娘。就在刚刚，野猪冲过来的时候，她吓坏了，但她能感觉到周围的树木花草也在害怕，它们都在瑟瑟发抖。情急之下，她对着离她最近、感觉也最强大的一棵大松树发出了强烈的意念：大树公公，救救我们！撞他，快撞他！然后他就看到那棵大树的几根粗壮树枝像是手臂一样猛地向下垂落，正好挡在了野猪的眼前。那头横冲直撞的野猪似乎完全没料到会有东西从天而降，视野被遮挡的瞬间，方向出现了致命的偏差，收拾不住，就那么直愣愣的一头撞了上去。轰！那一刻，软软仿佛听到了大树公公一声满足的叹息。这个秘密他要永远藏在心里，他只要知道大山是他的朋友，会保护他和他的家人就够了。向东，这猪怎么办？我们俩可弄不回去。周兰香看着那庞大的野猪犯了愁。苏向东定了定神，做出决断：你和软软在这里等着，千万别乱走，我回去叫人。这么大，我用最快的速度回来。说完，他便头也不回地朝着村子的方向狂奔而去。雪地路滑，他却跑得飞快，心里像揣了一团火。他知道，从今天起，他苏向东一家再也不是村里那个任人欺负、看笑话的穷光蛋了。苏向东的身影刚消失在山林里，周兰香就紧紧抱住女儿，找了个背风的雪窝坐下。虽然丈夫让她别怕，但独自带着孩子和一头巨大的野猪尸体待在这寂静的深山里，她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娘，猪猪为什么不起来了？苏小软好奇地问。周兰香摸着女儿的头，柔声解释：她太累了，要睡很久很久了。等一下爹爹带好多叔叔伯伯来，把她抬回家，我们就有香喷喷的肉肉吃了。肉肉！苏小软开心地拍着小手，对未来的红烧肉充满了无限的向往。母女俩的等待并没有持续太久，约莫半个多时辰后，远处传来了嘈杂的人声和脚步声。周兰香精神一振，站起身来，只见苏向东带着人浩浩荡荡地赶了过来，为首的正是村长王德发，他身后跟着10几个村里的青壮年劳力，人人手里都拿着绳子、扁担和木杠，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兴奋和激动。哎呦我的天，这么大，向东兄弟没骗人啊，这野猪怕不是有400-500斤重。他们都是常在山里转悠的，可见过这么大的野猪，那真是头一遭。村长王德发也是看得眼皮直跳。向东啊，你家这运气真是绝了，这畜生是自己撞死的？苏向东憨厚地挠挠头，笑着说：可不是嘛，当时吓死我了，带着媳妇孩子就跑，谁知道他自己眼神不好，一头就撞上去了。我们一家也算是捡回条命。他自然不会提女儿的功劳，这种事说出去也没人信，反而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这是老天爷开眼，知道你们一家子不容易，给你们送肉吃来了。王德发站起身，大手一挥，对着身后的村民们喊道：都别愣着了，搭把手，把这家伙抬下山，天黑前必须弄回去。好嘞！众人齐声应和，脸上都洋溢着喜气。这年头，村里打了大猎物，见者有份，这是不成文的规矩。
苏向东家能分大头，他们跟着也能喝口肉汤，谁不高兴？10几个汉子七手八脚地忙活起来，用粗麻绳捆住野猪的四蹄，穿上结实的木杠。1、2、3，起！随着一声呐喊，几百斤重的野猪被众人合力抬了起来。那沉甸甸的分量压得木杠都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呻吟声，也压得每个汉子的脸上都露出了吃力的表情。但这吃力中更多的是喜悦。苏向东背起女儿，周兰香跟在旁边，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往村里走。这支队伍仿佛不是抬着一头野猪，而是抬着全村人对美好生活的希望。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在苏向东他们还没回到村里时，就已经传遍了苏家村的每一个角落。听说了吗？苏老二家在山里打到一头几百斤的野猪。啥？就他那个老实疙瘩？他有那本事？不是他打的，是那野猪自己撞树上死了。你说巧不巧？真的假的？那他家不是要发了？等苏向东一行人抬着巨大的野猪出现在村口时，整个苏家村都沸腾了，几乎是全村出动，男女老少都围了上来，里3层外3层，把村里的打谷场围得水泄不通。那场面比过年还要热闹，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头巨大的野猪身上，眼神里充满了震惊、羡慕，还有毫不掩饰的渴望。那厚实的皮毛，那壮硕的体型，仿佛已经变成了一碗碗冒着热气的红烧肉，在他们眼前晃动。苏家老宅的人自然也听到了动静。苏老太和苏老头、苏大强夫妇一起挤在人群外围，看着被众人簇拥在中央的苏向东一家，脸色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这老二家是走了什么狗屎运？苏大强媳妇儿酸溜溜地嘀咕道，眼睛极度的发红。前几天才听说他们卖蘑菇赚了钱，今天就弄回来一头猪。苏老太的嘴唇哆嗦着，心里更是悔得肠子都青了。要是没分家，这头猪就是他们老宅的。现在他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死死盯着被苏向东抱在怀里粉雕玉琢的苏小软，心里第一次产生了一丝动摇。难道那个赔钱货真是什么福星不成？打谷场中央，村长王德发清了清嗓子，高声宣布：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喧闹的人群渐渐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眼巴巴地看着他。按照咱们村里的老规矩，这头野猪是向东一家发现的，理应分得一半，剩下的一半全村按户平分。今天出力的兄弟们每家多加一份，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意见，村长说的对，就该这么分。村民们轰然，在全村人的注视下，巨大的野猪被开膛破肚，猪血、内脏、猪肉被分门别类地处理得干干净净。苏向东家分到的一半足足有200多斤，这么多肉，家里没有地窖，天虽然冷，但也放不了太久。而且他们现在更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钱。他找到村长王德发，小声商量了几句。王德发点点头，表示理解。于是在村民们羡慕的目光中，苏向东借了村里的牛车，拉着100多斤最好的猪肉，和周兰香一起，趁着天还没黑，直奔镇上而去。他们的目标很明确，福满楼。当苏向东拉着一板车的鲜肉出现在福满楼后门时，刘掌柜正在后厨指挥着伙计们准备晚市的食材。闻到浓郁的肉腥味，他探出头来，一眼就看到了苏向东以及他车上那品质上乘的野猪肉。苏兄弟，你这是？刘掌柜惊讶地走了出来。刘掌柜，今天运气好，山里弄了头大家伙，这是刚分到的，新鲜着呢。想着您这儿用量大，就给您送来了。刘掌柜是生意人，眼光毒辣得很。他上前翻看了一下，只见那猪肉皮薄肉厚，肥瘦相间，纹理清晰，是难得的上等货色。尤其是野猪肉，带着一股独特的鲜香，是家猪无法比拟的。做好了可是酒楼的招牌菜。好肉！
刘掌柜赞不绝口：“苏兄弟，你这可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最近肉价涨得厉害，肉联厂的供应还时有时无，正愁没好肉下锅呢。你这肉我全要了，还是按上次的价格，不，比上次还高一成，就当是交你这个朋友。”苏向东和周兰香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惊喜。他们本来还担心这么晚来掌柜的会不会压价，没想到刘掌柜如此爽快，过秤算账，150斤野猪肉卖出了一个让苏向东夫妇心惊肉跳的价格。钱，这么多钱！从福满楼出来，夫妻俩感觉脚下都轻飘飘的，像是踩在云彩上。向东，我不是在做梦吧？不是梦，都不是梦。兰香，咱们有钱了，咱们的日子要彻底红火起来了。夫妻俩没有立刻回家，而是在镇上进行了一场大采购。他们先去米铺，一口气买了100斤白面，50斤大米。当苏向东面不改色的付钱时，米铺老板看他的眼神都变了。然后他们又去了布庄，周兰香咬着牙扯了足够给全家人做一身新衣裳的棉布。当夫妻俩赶着牛车满载而归地回到村里时，天已经彻底黑了。家里，苏文和苏武正焦急地等待着，看到爹娘回来还买了这么多东西，2个半大小子眼睛都直了。爹娘，你们买白面了！苏武第一个冲上来，看着那白花花的面粉袋子，口水都快流下来了。还有肉。苏文也看到了那块诱人的五花肉。都有。当晚，苏家的小茅草屋里亮起了温暖的灯火，也飘出了让整个村子都为之侧目的香味。周兰香亲自下厨，不仅炖了一大锅香喷喷的野猪肉，还烙了金黄的白面饼。苏向东则拿出了分到的猪下水，炒了一盘香辣的猪杂。一家5口围坐在小小的饭桌前，桌上摆满了他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美味佳肴。苏小软的小嘴被油膏得亮晶晶的，吃得不亦乐乎。苏向东和周兰香看着孩子们满足的吃相，眼眶都有些湿润。吃完饭，周兰香收拾碗筷，苏向东则将今天赚到的钱都倒在了炕上。铜钱、碎银子在油灯下闪烁着诱人的光芒。他拿出那个早就准备好的小木匣子，将钱一枚枚一块块的，这是他们分家出来后钱匣子第一次被装满。苏向东看着这个装满了钱的匣子，又看了看围在身边眼睛亮晶晶的孩子们，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踏实和豪情。他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他们家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苏向东家吃肉的香味就像长了腿的钩子，顺着晚风一路飘进了不远处的苏家老宅。苏老太一家晚饭吃的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苞米糊糊，配着齁咸的咸菜疙瘩。这顿饭一家人吃的是食不知味，心思全被那霸道的肉香味勾走了。他娘的，这老二家是天天吃肉吗？还让不让人活了？苏大强也是一脸阴沉，灌了一口苞米糊糊，感觉嘴里淡得能飞出个鸟来。苏老太黑着脸一言不发，那肉香就像一根根针扎在他的心上。想当初苏向东一家还在的时候，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不都得先紧着他和老头子还有大孙子。现在倒好，人家吃香的喝辣的，他们只能在这里闻味儿。娘，您就这么看着？那苏向东可是您儿子，他发了财，难道不该孝敬您吗？张翠花在一旁煽风点火。那可是一整头野猪啊，他卖了多少钱？不得把钱都交公？苏老太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贪婪和理所当然。对呀，他是他生的，他赚的钱就该是他的。分家了也是他儿子。但一想到白天苏向东那强硬的态度和周兰香那块随时准备拍出来的分家文书，他又有些犯怵。急什么？苏老太没好气地瞪了儿媳一眼。等明天我再去找他说道，孝道大过天，他敢不认？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张翠花心里却有自己的小九九。
他可等不到明天。他知道苏向东家分到了不少猪肉，肯定会做成腊肉挂起来。这么好的东西，凭什么他们二房一家独享？夜深了，村子里渐渐安静下来，只有几声犬吠偶尔响起。张翠花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满脑子都是滋滋冒油的腊肉。她悄悄地起了床，披上衣服，像只狸猫一样，借着微弱的月光溜出了家门，径直朝着苏向东家的方向摸去。苏向东家的新鲜猪肉确实被周兰香用盐腌制好，穿上绳子挂在了屋檐下的横梁上，准备风干成腊肉。这在村里是常见的做法。张翠花蹑手蹑脚地摸到苏向东家院子外，侧耳听了听，屋里一片寂静，看来是都睡熟了。她心中一喜，熟门熟路地绕到院子后面，那里有个低矮的豁口，平时都是用几块石头堵着。她轻易地搬开石头，矮身钻了进去。一进院子，那股腌肉的咸香味就更浓了。张翠花贪婪地吸了吸鼻子，眼睛放光地看向屋檐下那一串串悬挂着的猪肉。她从怀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布袋子，踮起脚尖，伸手就想去勾最大的一块后腿肉。然而她没注意到，墙角下的狗窝里，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正盯着她。这只小狗是苏向东家前几天才从村民那领来的，还没起名字。苏小软特别喜欢它，天天喂它吃的，还给它起了个威风的名字，叫旺财。此刻躺在屋里小床上的苏小软忽然睁开了眼睛，在张翠花踏入院子的那一刻，她就通过旺财的视角看到了他。她能清晰地感觉到旺财的警惕和敌意。坏伯娘，偷肉肉！软软在心里气鼓鼓地想着，她没有叫醒爹娘，而是集中精神，对着院子里的旺财下达了指令。旺财，去咬他的裤腿，不许让他偷肉肉。与此同时，他还感应到了墙角下一窝正在觅食的黑蚂蚁。一个坏坏的念头在他的小脑袋里形成。蚂蚁冰冰，去他身上玩。院子里，正当张翠花的手指即将触碰到腊肉时，一道黑影嗖的一下从墙角窜了出来。院子里，正当张翠花的手指即将触碰到腊肉时，一道黑影嗖的一下从墙角窜了出来，不叫不咬，直扑她的脚踝。哦！张翠花只觉得脚脖子一紧，低头一看，吓了一跳。一只半大的小土狗正死死地咬住她的裤腿，用力向后拖拽，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威胁声。滚开，你这死狗！张翠花又惊又怒，怕惊动屋里的人，不敢大声喊叫，只能使劲地甩腿，想把狗甩开。可旺财得了小主人的命令，咬得死死的，就是不松口。就在张翠花和旺财僵持不下的时候，张翠花终于忍不住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让她快要疯了。她因为动作太大，撞倒了院子里堆放的几个瓦罐，清脆的破碎声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刺耳。谁在外面？屋里传来苏向东警惕的喝问声。张翠花顿时魂飞魄散，也顾不上去偷肉了，更顾不上身上那要命的瘙痒。她使出吃奶的力气，狠狠一脚踹开还咬着她裤腿的旺财，连滚带爬地从院墙豁口钻了出去，头也不回地朝家里狂奔而去。她一路跑，一路尖叫着拍打身体，那狼狈的样子惊醒了沿途好几户。苏向东和周兰香只看到一地破碎的瓦罐和对着院墙外狂吠的旺财。苏小软，爹娘，旺财赶走坏人了。苏向东看着这一切，再联想到刚才那狼狈逃窜的身影，瞬间就明白了七八分。他走到屋檐下，看着那些安然无恙的腊肉，冷笑一声。第二天，苏大强媳妇半夜想偷腊肉，结果被狗追，被虫咬，搞得一身红包，像个疯子一样跑回家的消息就在村里传开了。张翠花成了全村最新的笑柄，好几天都不敢出门。苏家老宅的人也因此彻底颜面扫地。经历了偷肉风波后，苏向东家的院墙豁口被结结实实地堵上了。旺财因为护院有功，当天就加餐了一根大大的骨头，吃得满嘴流油。日子一天天过去，
天气也越来越冷。苏向东一家5口挤在2间小小的茅草屋里，虽然因为食物充足而不再饥寒交迫，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这茅草屋是分家时分到的，本就是村里最破旧的。经过几场大雪的按压，屋顶的茅草越来越薄，墙壁的泥坯也出现了裂缝。一到刮风的夜晚，冷风就呜呜地从4面8方往里灌，冻得人睡不安稳。这天晚上，兰香，我有个想法。什么想法？我想，等开春了，咱们把这茅草屋推倒，盖新房。盖新房？周兰香、苏文、苏武，甚至连正在玩着小木偶的苏小软，都齐刷刷地抬起头，震惊地看着他。盖房子，这在农村可是一辈子最大的一件事。对以前的苏向东家来说，这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天方夜谭。爹，您说真的？苏武最先反应过来，激动地问。当然是真的。苏向东笑了笑。卖蘑菇，卖野猪肉，咱们现在手里有钱了。苏向东的声音里充满了底气。这钱足够我们请工匠买青砖和瓦片了。我不想再让你们跟着我住这4面漏风的破屋子，不想让你们的娘一到下雨天就得到处找盆接水，更不想让咱们软软连个像样的闺房都没有。他的话说得周兰香眼圈一红，她放下了手里的针线活，看着丈夫坚毅的侧脸，心里充满了感动和安稳。这个老实巴交的男人正在用他的肩膀为这个家撑起一片越来越广阔的天空。哥，我们又有新房子住了。苏武兴奋地捅了捅身边的苏文。苏文虽然性格沉稳，但此刻脸上也难掩激动。他点点头，看着父亲，眼神里充满了崇拜和向往。他也想快点长大，像爹一样成为家里的顶梁柱。爹，咱们要盖什么样的房子？苏向东看向妻子，征求他的意见。周兰香想了想，憧憬地说道：要盖就盖好的，咱们盖青砖大瓦房，冬暖夏凉，再也不怕刮风下雨。要3间正房，你和我的，文儿和武儿一人1间，两边再起2间厢房，一间给软软做闺房，她长大了得有自己的地方；另一间做灶房，要大大的，敞亮的，再也不用像现在这样一做饭就熏得满屋子烟。他越说眼睛越亮，仿佛那座宽敞明亮的新房子已经出现在了眼前。对，还要有个大院子，院子里种上菜，再给旺财搭个漂亮的新窝。还要种花花，种好多好多漂亮的花花，给蝴蝶和蜜蜂。好，好，好，都听你们的。咱们就盖青砖大瓦房，3间正房，2间厢房，再围一个大大的院子。等开春雪化了，咱们就动工。一家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未来的新家，每一句话，每一个设想，都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屋外寒风呼啸，大雪纷飞；屋内炉火熊熊，暖意融融。苏向东看着妻子温柔的笑脸，看着儿子们兴奋的神情，看着女儿满足的睡颜，心中一片滚烫。他知道，属于他们苏家的苦日子已经彻底过去了，一个充满希望和光明的未来正在他们脚下徐徐展开。盖新房只是这美好未来的第一步。苏向东背着软软，手里提着一小布袋炒的喷香的榛子。闺女说山里的小伙伴想吃了，他就得给备上。如今对于闺女嘴里的小伙伴，苏向东已经从最初的疑惑到现在的深信不疑。不管是送来榛子的小松鼠，还是帮忙撞晕野猪的大树，亦或是在他脚边绕来绕去好像能听懂人话的小动物，都让他觉得自家闺女就是山神爷派来的小仙女。爹爹，快一点，小猴子都等急了。软软趴在爹爹宽厚的背上，小腿一晃一晃的，小手指向前面一棵歪脖子松树。苏向东抬头一看，果然一只毛色锃亮的半大猴子正蹲在树杈上，抓耳挠腮地朝着他们吱吱叫，一双黑溜溜的眼睛里满是急切。
好嘞，爹爹走快点。苏向东笑着加快了脚步。到了树下，软软献宝似的从爹爹手里接过布袋，冲着树上的小猴子晃了晃。小猴子，你的果果来了。那小猴子嗅到香味，小猴子，你的果果来了。那小猴子嗅到香味，眼睛一亮，顺着树干滋溜一下就滑了下来，稳稳当当地落在软软面前。他也不怕生，接过布袋，熟练地解开绳子，抓起一把榛子就往嘴里塞，一边吃还一边发出满足的吱吱声。软软看着他可爱的模样，咯咯直笑。他的小脑袋凑过去，用只有他自己和动物能听懂的语言交流着。小猴子，你上次说的那个香香的、亮亮的大蘑菇在哪里呀？小猴子吃得正欢，听到软一问，停下动作，歪着脑袋想了想。他伸出爪子，指了指深山的方向，又指了指高高的悬崖峭壁，比划了一个很大的形状，嘴里吱吱呀呀地叫着。软软立刻就明白了。爹爹，小猴子说前面有好东西，特别香，还会发光呢。苏向东心里一动，闺女的好东西从来就没让他失望过。他看了看天色，还早，便对小猴子温和地笑了笑。小猴子，那能带我们去看看吗？小猴子通人性的点点头，把布袋系在腰上，像个挂着钱袋的小财主。他一马当先，在前面引路，不时还回头看看他们有没有跟上。一人一娃跟在猴子后面，越往山里走，林子越密，光线也越暗。苏向东打起了12分的精神，手里紧紧攥着砍柴刀，警惕地观察着四周。走了约莫半个时辰，小猴子停在了一处断崖前。这断崖足有10几丈高，像被巨斧劈开一般，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沟壑，缭绕着白茫茫的雾气，让人望而生畏。爹，就在下面。软软的小手指向断崖的侧面，苏向东顺着他指的方向探头望去，顿时倒吸一口凉气。只见在离崖顶约3、4丈远的石壁上，一丛茂密的藤蔓遮掩之间，苏向东顺着他指的方向探头望去，顿时倒吸一口凉气。只见在离崖顶约3、4丈远的石壁上，一丛茂密的藤蔓遮掩之间，隐隐约约透出一种奇异的紫光。那光芒温润而不刺眼，周围的空气里都弥漫着一股沁人心脾的异香，光是闻一闻就觉得浑身的疲惫都消散了不少。小猴子指着那发光的地方吱吱地叫着，示意就是那里。我的老天爷！苏向东的心砰砰狂跳起来。他虽然没见过，但听村里老人讲过无数遍关于山中宝物的传说。这种生于绝壁之上，自带霞光异香的，不是百年灵芝，就是千年何首乌，是能换一座金山银山的宝贝啊！他把软软小心翼翼地从背上放下来，叮嘱道：软软乖，站在这里别动，千万别靠近崖边，爹爹去看看。苏向东从腰间解下早就备好的粗麻绳，一头牢牢地系在一棵合抱粗的大树上，试着拽了拽，确认万无一失后，才把另一头系在自己腰间。他看了一眼乖乖站在小猴子旁边的女儿，深吸一口气，抓着绳子开始缓缓地往悬崖下挪动。崖壁湿滑，布满了青苔，脚下就是万丈深渊。苏向东每一步都走得极其小心，冷汗浸湿了他的后背。随着一点点下降，那股异香越来越浓郁，紫色的光晕也愈发清晰。当他拨开眼前最后一丛碍事的藤蔓时，整个人都惊得呆住了。那是一朵足有脸盆大小的巨型灵芝，它通体呈现出一种深邃的紫色，表面有着一圈圈云朵般的纹路，边缘泛着淡淡的金色光泽。那莹莹的紫光正是从它的菌盖上散发出来的。这哪里是灵芝，这分明是一块紫玉雕琢而成的艺术品。真的是宝贝，真的是神仙宝贝啊！苏向东喃喃自语，激动的声音都在颤抖。他不敢耽搁，从背篓里拿出特意准备的小铲子和布包，
像对待出生的婴儿一样，小心翼翼地开始从灵芝根部的岩石缝隙里开始挖掘。崖顶上，软软看着爹爹的动作，悄悄地对着那朵大灵芝说：“大蘑菇，大蘑菇，不要怕，我爹爹是好人，他会很温柔的。”神奇的是，原本紧紧附着在岩石上的灵芝根部，似乎真的变得松动了一些。苏向东很快就感觉到了异样，他发现这宝贝比想象中好采摘得多，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将一整株完完整整的紫灵芝取了下来。当巨大的紫灵芝被完整的捧在手中时，那沉甸甸的分量和浓郁到极致的药香，让苏向东感觉自己像在做梦。他用最快的速度将紫灵芝用干净的布里3层外3层的包好，小心地放进背篓，然后手脚并用地爬上了悬崖。一回到崖顶，他就一把抱住了扑过来的女儿，在她的小脸上狠狠地亲了一口。软软，你真是爹的福星，是咱全家的大福星。小猴子看到他们成功了，也高兴地在旁边翻起了跟头。苏向东郑重地从自己怀里又掏出一个油纸包，里面是几块麦芽糖，这是他特意给软软准备的零嘴。他把糖分了一半给小猴子，摸了摸他的脑袋。好猴，谢谢你，以后想吃什么就去我们家找软软。小猴子接过糖，喜滋滋地塞进嘴里，冲他们挥了挥爪子，一溜烟地消失在了山林里。苏向东背起装着绝世珍宝的背篓，另一只手紧紧牵着女儿，脚步前所未有的轻快。他知道，从今天起，他们家的日子要彻底不一样了。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透，苏向东就悄悄起了床。他看了一眼还在熟睡的妻女，轻手轻脚地来到柴房，将那个用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背篓背在身上。这宝贝太贵重了，放在家里，他一晚上都没睡踏实，总觉得不安心。他决定立刻就去县城，找个最大的药铺把它换成钱。妻子周兰香也被他的动静惊醒了。向东，这么早你就要去，一个人行不行？放心，大白天的没事，我快去快回，你在家看好孩子和门户。那你路上小心，别漏了财。我行的。苏向东借着朦胧的晨光，快步走出了村子。他没有走寻常的大路，而是抄了条只有村里人才知道的僻静小径。背上的背篓仿佛有1000斤重，压得他心脏砰砰直跳。一路疾行，等他赶到县城时，城门刚开不久。他没有丝毫停留，径直朝着县城里最大最气派的药铺百草堂走去。一看就不是普通药铺能有的气派。一进门，一股浓郁的药香扑面而来。一个年轻的伙计正在，眼神里闪过一丝不耐烦。这位客官，看病还是抓药？苏向东也不在意他的态度。我不看病，也不抓药，我这儿有一样好东西，想请你们钱掌柜的亲自过过眼。我们掌柜忙得很，哪有空？伙计话没说完，苏向东已经走到了柜台前，将背篓轻轻放下，掀开了包裹的一角。只是一瞬间，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奇异香气就从缝隙中泄露出来，瞬间充满了整个药铺。那香气仿佛有生命一般，钻入人的鼻孔，通透四肢百骸，让人精神为之一振。年轻伙计的哈欠瞬间就憋了回去。这是什么？去请你们掌柜的吧，就说有山里的宝贝到了。苏向东重新盖好布包，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自信。这股异香也惊动了后堂正在品茶的钱掌柜。钱掌柜年过半百，山羊胡打理的一丝不苟，一双眼睛看似浑浊，实则金光内敛。他在药材行里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什么样的珍稀药材没见过？可这股香气如此纯粹，如此富有灵性，他平生仅闻。何人在外喧哗？这香气。钱掌柜话说到一半，目光就死死地锁定了苏向东脚边的背篓。他几步走到柜台前，看着苏向东，语气凝重地问：阁下可是带来了什么稀罕物？咣当，紫气萦绕，云纹天成，金鞭，
这是传说中的100年子之，不，看这品相，怕是还不止100年。壮士，这神物，你从何而来？从山里偶然得知。苏向东言简意赅。好一个偶然得知，好大的福缘。他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郑重地对苏向东一拱手：“壮士，此物您可愿出让？”苏向东点点头：“正是为此而来。”钱掌柜深吸一口气，搓了搓手，又看了一眼紫灵芝，咬了咬牙，伸出了一根手指：“100两白银。壮士，我百草堂愿出100两银子收购此物。”100两。饶是苏向东早有心理准备，听到这个数字时，心脏还是不受控制的狂跳起来。100两银子，那是什么概念？寻常农户1年到头省吃俭用，能攒下2-3两银子就顶天了。他活了半辈子，见过最大笔的钱就是上次卖野猪肉挣的那几两。100两，足够他在村里盖起3座最好的青砖大瓦房，再买上几十亩上好的水田。看到苏向东震惊的说不出话的样子，钱掌柜还以为他嫌少，连忙解释道：“壮士，您别嫌少。这紫灵芝虽然是无价之宝，但能吃得起、用得上它的人，整个县城也屈指可数。我收来也需花费大功夫送到府城，甚至京城去寻找买家。100两已经是小老儿能做主拿出的最高价了，绝无半点虚言。”苏向东回过神来，他知道掌柜说的是实话。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东西留在自己手里，是福是祸还两说，能换成实实在在的银子才是最稳妥的。他重重地点了点头：“好，就100两，但我要银票。”“没问题。”钱掌柜大喜过望，生怕他反悔似的，立刻转身冲着账房吼道：“老张，快，去柜上提100两的银票来，要官府钱庄的，最大的那种。”很快，一张盖着官府朱红大印的银票就送到了苏向东面前。手指都在微微颤抖，他仔细地看了看上面的字样和印章，确认无误后，小心翼翼地折好，贴身放进了最里层的衣兜里。交易完成，钱掌柜如获至宝地将紫灵芝请进了后堂最宝贵的密室。他亲自送苏向东到门口，态度与之前判若两人，恭敬地拱手道：“壮士慢走，日后若再有这等山中宝物，还请务必先考虑我们百草堂。”苏向东点点头，背着空了的背篓汇入了县城的人流。他感觉自己的脚步都有些发飘，像踩在云彩上一样。怀里揣着那张100两的银票，他不敢在街上多做停留，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回家，赶紧回家，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媳妇和孩子们。苏向东揣着那张足以改变命运的银票，一路脚下生风，连午饭都顾不上吃，抄着近路就往村里赶。他的心一半是火热的，一半又是提着的。火热的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提着的是生怕路上出什么岔子。他时不时就要把手伸进怀里，摸一摸那张银票是不是还在，那硬挺的纸张触感才能让他稍稍安心。等他满头大汗地跑回苏家村时，太阳已经偏西了。村里人看见他背着空背篓回来，还好奇地打招呼：“向东，今天进城这么快就回来了，背篓里没买啥？”苏向东只是憨厚地笑笑，含糊地应着：“没啥，就去办了点事。”然后脚下不停，3步并作2步地冲回了家。“我回来了。”苏向东一把推开院门，中气十足地喊了一声。周兰香和3个孩子正在院子里收拾晒干的蘑菇，听到声音都惊喜地抬起头：“爹回来啦！”软软第一个迈着小短腿跑了过去，一把抱住了苏向东的大腿，仰着小脸甜甜地喊：“
当家的，你可算回来了，饿了吧？饭还在锅里温着呢。周兰香也迎了上来，一边说一边习惯性地帮他拍打身上的灰尘。苏文和苏武也围了过来，好奇地看着爹爹。他们觉得今天的爹爹好像特别激动，脸庞都是红扑扑的。苏向东一把将软软抱起来，在他粉嫩的脸蛋上用力地亲了一大口，然后又看看妻子和2个儿子，咧开嘴笑得像个孩子。声音拥有100两巨款的苏向东腰杆子一下子就挺直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揣着那张银票，雄赳赳气昂昂地去找村长王德发。看见苏向东过来，还以为他是来问啥农事的，懒洋洋地抬了抬眼皮。向东啊，啥事？村长，我想在村里买块宅基地，盖房子。盖房？王德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是该修修了，你家那茅草屋是该添点新草了。你想在哪儿弄块地？村东头还有些空地，你随便。村长，我不是修茅草屋。苏向东打断了他的话，一字一顿地说道：我要盖青砖大瓦房。啥？王德发一口烟没吸上来，呛得惊天动地地咳嗽起来，烟杆都差点掉地上。他瞪大眼睛看着苏向东，像看什么怪物。你说啥？盖青砖瓦房？你哪来的钱？整个苏家村，除了他这个村长家是几间半旧的砖房，就只有村头地主家才是青砖大瓦房。那得花多少钱？没个几10两银子，想都别想。苏向东家穷得叮当响，怎么可能？苏向东也不多解释，他知道空口无凭。那从怀里掏出那张银票，在王德发面前展开了一角，然后又迅速收了回去。虽然只是一瞥，但王德发看得清清楚楚，那红彤彤的官府大印，还有上面100的字样，绝对做不了假。向东，你这是抢了钱庄了？苏向东被他逗笑了，憨厚地摇摇头。村长，你就说吧，咱村哪块宅基地最好最大，我要买下来。王德发足足愣了半分钟，才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他猛地一拍大腿，态度180度大转弯，热情地拉着苏向东就往外走。走，向东啊，你可真是真人不露相啊！跟叔说，叔带你去看，咱村最好的地就在村中央，敞亮又平整，后面还靠着小山坡，风水好得很。有了钱，办事效率就是不一样。苏向东当天就在村长的见证下，花了足足5两银子，买下了村里位置最好、面积最大的一块宅基地。这块地足足有2亩大，别说盖3进的院子，就是盖5进都绰绰有余。苏家要盖青砖大瓦房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1天之内就传遍了整个苏家村，村民们全都炸开了锅。听说了吗？苏向东家要盖瓦房了，青砖的。真的假的？他家哪来那么多钱？前阵子不还穷得揭不开锅吗？谁知道呢？8成是前阵子打到野猪卖的钱吧？没想到那么多。这苏向东真是走了狗屎运了。他家那小闺女听说是个福星，我看是真的。各种议论声此起彼伏，有羡慕的，有嫉妒的，有说算话的，但更多的是震惊和不敢置信。苏向东可不管别人怎么说，他拿着钱直接去镇上请来了最好的工匠和施工队，选了个黄道吉日，苏家新房的奠基仪式就热热闹闹地开始了。开工那天，苏家买了肉和白面，请全村人吃了顿好的。苏向东当众宣布，盖房期间优先雇佣本村的村民来做小工，不仅管饭，每天还给30文钱的工钱。这一下全村都沸腾了，30文钱一天，这可是天价了。农闲的时候，村里的壮劳力一天也就能挣个10几文。一时间，之前还说风凉话的人全都闭上了嘴。苏家要盖青砖大瓦房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1天之内就传遍了整个苏家村，村民们全都炸开了锅。听说了吗？苏向东家要盖瓦房了，青砖的。
真的假的？他家哪来那么多钱？前阵子不还穷得揭不开锅吗？谁知道呢？八成是前阵子打到野猪卖的钱吧？没想到那么多。这苏向东真是走了狗屎运了。他家那小闺女听说是个福星，我看是真的。各种议论声此起彼伏，有羡慕的，有嫉妒的，有说算话的，但更多的是震惊和不敢置信。苏向东可不管别人怎么说，他拿着钱直接去镇上请来了最好的工匠和施工队，选了个黄道吉日，苏家新房的奠基仪式就热热闹闹的开始了。开工那天，苏家买了肉和白面，请全村人吃了顿好的。苏向东当众宣布，盖房期间优先雇佣本村的村民来做小工，不仅管饭，每天还给30文钱的工钱。这一下全村都沸腾了，30文钱一天，这可是天价了。农闲的时候，村里的壮劳力一天也就能挣个10几文。一时间，之前还说风凉话的人全都闭上了嘴，一个个跑来苏向东家，抢着要来帮忙干活。向东兄弟，你看我这身力气，搬砖背瓦绝对没问题。苏家大兄弟，选我砌墙的手艺可是跟老师傅学过的。苏向东来者不拒，只要是肯干活的，他都要。于是苏家的新宅基地上每天都人来人往，热火朝天，拉砖的板车，运木料的牛车络绎不绝，村民们干活的号子声，工匠们的敲打声响成一片，给这个沉寂的小山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软软每天最高兴的事就是搬个小板凳，坐在不远处的大树下，看着自家的新房子一点点长高。他身边总是围着一群小跟班，包括村长家的孙子王二狗。他像个小监工一样，小手一指，那里砖要砌整齐一点哦。工匠们听了都哈哈大笑，嘴上应着好嘞，听福娃娃的。手里的活计也做得更卖力了。周兰香则带着村里的几个妇女在临时搭建的灶棚里忙活，大锅里的肉菜炖得香气四溢，白面馒头像小山一样堆着。来干活的村民们每天都能吃上饱饭，还有肉吃，一个个干劲十足，都说苏向东家仁义。看着一天一个样的新房地基，看着丈夫每天忙碌而挺拔的身影，看着女儿快乐的笑脸，周兰香觉得这辈子从没这么踏实和幸福过。苏家新房的地基打好了，墙体也一天天往上垒。那青灰色的砖墙在村里的一片土坯房和茅草屋中显得格外扎眼和气派。村民们每天看着这房子拔地而起，心里的震撼就多一分。这哪是普通的青砖瓦房啊，光是这地基就打了半人高，用的全是上好的青石条。那墙体的厚度比村长家的都厚实，还有那从镇上运来的一根根又粗又直的房梁木，一看就价值不菲。乖乖，这房子盖下来不得180两银子啊！我看悬，光是这材料钱都不得了了。苏向东这是真发了，彻底发了。随着房子越盖越高，村民们对苏向东一家的态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大家看到苏向东最多就是点个头，有些人甚至懒得搭理。现在只要苏向东一出现在村里，隔着老远就有人热情地打招呼。向东兄弟，去镇上啊？要不要搭我家的牛车？向东哥，家里忙不忙得过来？要不我去给你搭把手。称呼从苏向东变成了向东兄弟，再到亲热的向东哥，那态度叫一个热情似火。对周兰香和孩子们，大家也变得格外客气。周兰香带着软软出门，总有人凑上来，笑得跟朵花似的。哎呦，兰香妹子，你这气色可真好，越来越年轻了。这就是软软吧？长得可真俊，一看就是有福气的孩子。一开始周兰香还推辞，但架不住大家太热情，一个个都说不是啥好东西，给孩子尝个鲜。咱两家谁跟谁客气啥？周兰香知道大家都是看在他家如今光景好了，想来巴结讨好。他虽然心里明白，但伸手不打笑脸人，也只能一一收下。
想着以后找机会再还人情。变化最大的是大家对软软的态度。以前村里人看苏小软就觉得是个长得不错的女娃娃，可现在村里关于苏小软是福星福娃娃的传言愈演愈烈。你想啊，苏向东家怎么突然就发家了？还不是从软软被接回去开始的。先是捡野鸡蛋，再是挖蘑菇，然后是打到几百斤的大野猪，现在又突然有了盖大瓦房的巨款。这一切都太巧了，太不可思议了。唯一的解释就是这孩子有福气，能带旺家。于是软软在村里成了个宝贝疙瘩，谁家孩子哭了，大人就哄。别哭了，再哭福娃娃就不喜欢你了。谁家有个头疼脑热，就想让自家孩子去跟软软玩一会儿，希望能沾点福气。甚至有些人家做饭前都要念叨一句：托福娃娃的福，今天又有饭吃。软软走到哪儿都有一群大人围着她夸，一群小孩跟在她屁股后面，把她当女王一样。她的小口袋里总是被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小零食。对于这一切，苏向东和周兰香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们不在乎别人是不是巴结，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女儿再也不会被人看不起了，自己的家再也不是那个任人欺负的破落户了。苏向东走在新房的工地上，看着眼前热火朝天的景象，听着耳边村民们一句句恭敬的向东歌，他挺直了胸膛，只觉得这辈子从未如此扬眉吐气过。第二，苏向东家要盖青砖大瓦房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一天之内就飞遍了整个苏家村。一开始村里人还不信，觉得苏向东家分家出去才多久，满打满算也就1-2个月，穷得连锅都快揭不开了，哪来的钱盖新房，还青砖大瓦房，吹牛不上税呢。我的乖乖，是真的！你看那尺子拉的，好大一片地。可不是嘛，我听李师傅说，向东家要盖个3进的大院子，比村长家还气派。他家哪来那么多钱？前阵子不还饿得面黄肌瘦的吗？你傻啊，你忘了前几天那头大野猪了？向东家分了半头，全卖给福满楼了，那得多少钱？还有啊，我可听说了，他家天天往山里钻，每次都背着满满当当的东西回来。前2天还看到他婆娘周兰香去镇上卖了1大背篓的蘑菇呢。唉，真是人比人气死人，谁能想到这分了家，日子反而越过越红火了。村民们的议论声一字不落地传到了苏家老宅苏老太的耳朵里。她正坐在门槛上嗑瓜子，听着东家长西家短的婆娘们绘声绘色地描述着苏向东家请了多少工匠，买了多少青砖，那口水横飞的羡慕劲儿，苏老太手里的瓜子是再也嗑不下去了。呸！她把瓜子壳重重吐在地上，三角眼一横：什么红活？我看就是打肿脸充胖子。盖房子拿什么盖？拿土克拉盖呀！就他那个老实疙瘩的样，能挣着什么大钱？不定是把从老宅带出去的那点家底全掏空了。旁边一个婆娘听了，忍不住捂嘴笑道：我说苏家婶子，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人家向东现在可是村里的能人，前2天还请我们家男人去帮忙平地基呢，一天给10个铜板，还管1顿饭。那饭里可是有肉沫子的，香着呢。什么？一天10个铜板？苏老太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这个价钱比去镇上扛大包都高。苏向东那个闷葫芦现在这么大方了。另一个婆娘也凑过来说：是啊是啊，我男人也去了，回来直夸向东2口子会办事，干活累了还给送绿豆汤喝呢。那青砖拉了好几车，在村口码得跟小山似的，说是等开春天气一暖和，立马就动工。婶子，你这回可真是看走眼了，向东这是要发大财了呀。发财？这2个字像2根烧红的铁签，狠狠扎进了苏老太的心窝里。她脑子里嗡嗡作响，眼前浮现出的是苏向东2口子抱着那个赔钱货滚出家门时那狼狈又可怜的样子。
这才多久，怎么就能盖得起青砖大瓦房了？那半头野猪的钱，那蘑菇的钱，还有什么他不知道的钱？那些钱本来都应该是他的，是他们苏家老宅的。苏向东是他儿子，他挣的钱就该孝敬他这个当娘的。苏老太越想越气，越想越悔，悔得肠子都青了。早知道这个三儿子这么有本事，当初分家的时候就不该那么绝。早知道那个赔钱货丫头是个福星，能带着他爹找到那么多好东西，当初就不该把他扔出去。现在好了，人家要住大瓦房，吃香的喝辣的了，他还在这个破草屋里啃窝窝头。苏大强那个不争气的，自从分了家，天天就知道躺在炕上哼哼，啥活不干，家里的米缸都快见底了。不行，绝对不行，他不能眼睁睁看着老三家就这么发起来，而自己这边喝西北风。死老头子，还睡？天塌下来了你都不知道。苏老头被他拽得一个趔趄，迷迷糊糊地问：咋了？大白天的你又发什么疯？我发疯？苏老太一叉腰，唾沫星子都快喷到苏老头脸上了。老三家都要盖青砖大瓦房了，3进的大院子，你还在这睡大，你说我能不疯吗？啥？老三家盖房子？苏老头也清醒了，满脸的不敢置信。可不是嘛，全村都传遍了，人家现在是村里的红人，有钱了，有本事了。随即话锋一转，眼珠子滴溜溜地转了起来。老头子，你说向东再怎么说也是我们儿子，他发了财，是不是也该拉扯我们一把？苏老头耷拉着眼皮，闷声道：当初分家文书写得清清楚楚，两家再没关系了。你现在去找他，他能认？他敢不认？我可是他亲娘，没有我哪来的他？苏老太把胸脯拍得梆梆响。再说了，我去不是去要，是去原谅他们的。当初分家闹得那么僵，现在他家日子好过了，我们做长辈的也该大度一点，给他们个台阶下。你说是不是这个理？苏老头活了半辈子，哪能不知道自家老婆子心里打的什么算盘？但他一想到苏大强那个不成器的样子，再想想老三家即将盖起的大瓦房，心里的天平也开始倾斜了。是啊，都是儿子，凭什么他住大瓦房，自己住茅草屋？那你想咋办？苏老太眼睛一亮，凑到他耳边嘀嘀咕咕了一阵。苏老头听得连连皱眉，但最后还是拗不过他，叹了口气，点了点头。当天下午，苏老太破天荒地从鸡窝里抓出2只正下蛋的老母鸡。这2只鸡可是他的心头肉，平时连苏大强想吃个鸡蛋都得看他脸色。他把鸡脚捆好，又让苏老头换了件干净点的衣裳。2人就这么一前一后，朝着苏向东家现在住的那个小破屋走去。彼时，苏向东家正热闹着，周兰香在灶房里哼着小曲儿，给帮忙干活的乡亲们准备晚饭。苏向东则在院子里跟李师傅比比划划地商量着新房的格局。苏文、苏武2兄弟在旁边帮忙递工具，而苏小阮正蹲在墙角，手里拿着一小块鸡蛋糕，小口小口地喂着一只瘸了腿的小麻雀。奶奶，爷爷。苏文眼尖，他这一喊，苏向东和周兰香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们怎么来了？苏老太一进院子，立马换上了一副悲痛欲绝的表情。他还没走到跟前，就开始嚎上了：我的儿啊，向东啊，娘想你呀！他几步冲过来，就想去抓苏向东的胳膊，那架势，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生离死别重逢了呢。苏向东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躲开了他的手。他沉着脸，冷冷地问：你们来干什么？周兰香也从灶房里出来了，手里还拿着锅铲，警惕地看着这2个不速之客。苏老太见苏向东态度冷淡，也不生气，反而把手里的2只老母鸡往前一递，眼泪说来就来，哗哗地往下掉。儿啊，娘知道，以前是娘不对，是娘糊涂，娘听信了外人的挑唆，鬼迷了心窍，
才说了那些混账话，做了那些混账事，把你们一家子赶了出去。这1个多月，娘天天晚上睡不着觉，一闭上眼就是你们一家老小在外面受苦的样子，我这心啊，就跟被刀子割一样。他一边说，一边捶着自己的胸口，哭得那叫一个声泪俱下，情真意切。娘想通了，一家人哪有隔夜仇啊？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你们看，娘把家里最好的2只鸡都给你们带来了，给软软补补身子。以前是奶奶不好，奶奶不是人，不该说我们软软是赔钱货。说着，他就想去摸蹲在墙角的苏小软。苏小软看着他那张哭得皱巴巴的脸，吓得往后一缩，手里的鸡蛋糕都掉地上了。苏老太继续他的表演：向东啊，兰香啊，你们就原谅爹娘这一回吧，咱们还是一家人。你们这要盖新房了，是天大的好事。可你们俩带着3个孩子，哪忙得过来？不如就让我们搬回来，跟你们一起住。我跟你爹还能帮你们带带孩子，看看工地。兰香，你也能轻松点不是？好家伙，这话说的又体贴又委屈，把自己放在一个为儿子儿媳着想的好婆婆位置上，顺理成章的就要搬回来一起住。周围来看热闹的村民们听了，有些人已经开始窃窃私语了。哎，毕竟是亲娘，都这么低声下气了。是啊，血浓于水，向东2口子要是再不原谅，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听着周围人的议论，苏老太的腰杆似乎都挺直了一些，眼角的余光瞥向苏向东和周兰香，带着一丝得意和势在必得。他算准了，苏向东老实，周兰香心软，在这么多村民面前，只要他把姿态放得够低，哭得够惨，他们为了脸面也得把这事认下来。一旦让他搬进了新家，那以后这个家谁说了算，可就不好说了。青砖大瓦房，凭什么他们住，自己不能住？苏向东的拳头握得咯咯作响，脸色铁青。他忘不了大雪天女儿被扔出来时冻得发紫的小脸，忘不了妻子抱着女儿哭得肝肠寸断的样子，更忘不了这对爹娘为了几口粮食是如何对他们赶尽杀绝的。原谅，说得轻巧，那些伤痛是2只鸡就能弥补的吗？周兰香更是气得浑身发抖，她看着苏老太那张虚伪的脸，只觉得一阵恶心。这个人前几天还上门来抢他们家最后一口米，今天就能舔着脸说是来帮忙的。天底下怎么有这么厚颜无耻的人？娘。周兰香深吸一口气，声音冰冷但异常清晰。当初分家的时候，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我们2家从此以后婚丧嫁娶各不相干。这文书上还按着您和爹的手印，村长也在场作证，您忘了吗？您忘了吗？苏老太的哭声一顿，没想到一向柔弱的周兰香会第一个站出来顶撞她。她脸色一僵，随即又挤出2滴眼泪。兰香啊，你怎么能这么说？那文书不是娘被气糊涂了才签的吗？哪能当真啊？再说了，哪有儿子不要娘的道理？这要是传出去，向东可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他开始道德绑架了。苏向东往前一步，高大的身影将周兰香和孩子们都护在身后，声音沉得像块石头。我的脊梁骨从被你们赶出家门的那天起，就只为我自己的妻儿挺着了。至于你们，我们养不起，也高攀不起。你这个不孝子！苏老太见软的不行，立刻就想来硬的，指着苏向东的鼻子就要开骂。周围的村民们也都伸长了脖子，准备看一场好戏。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候，一个奶声奶气但又格外响亮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坏人！你们是坏人！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去。只见苏小软不知什么时候从墙角站了起来，她小小的身子像一头护食的小兽，张开短短的双臂挡在了爹娘的前面。她刚刚一直在听，
虽然很多话他听不太懂，但他能感受到爹娘的愤怒和委屈。他也认得眼前这两个人，就是他们在大雪天里把他像垃圾一样从温暖的屋子里扔出来，还骂他是赔钱货。现在他们又来了，又来欺负爹爹和娘亲了。苏小软鼓着腮帮子，气呼呼的。他学着以前在老宅时苏老太骂人的样子，小手一叉腰，挺起小胸脯，奶凶奶凶地喊道：你们是坏奶奶、坏爷爷，你们把软软扔掉，不给软软饭饭吃。他的声音清脆又响亮，每一个字都像小石子一样砸在寂静的院子里，也砸在每个人的心上。你们说软软是赔钱货，你们抢娘的米，你们是天底下最坏最坏的人。小丫头的眼睛瞪得圆溜溜的，里面没有眼泪，只有清澈的愤怒。她虽然人小，但气势一点不输。这里是软软的家，是爹爹、娘亲、哥哥还有软软的家，不是你们的家。她用尽全身的力气，指着院子门口，一字一顿地喊道：你们走，软软不原谅你们，永远不原谅。喊完，她还重重地哼了一声，把头扭到一边。那傲娇又决绝的小模样，看得人又想笑又心疼。整个院子刹那间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这个3岁半的小奶娃给镇住了。谁也没想到，平日里看起来软萌可爱的苏小软，竟然有这么大的脾气，而且说出来的话条理清晰，字字诛心。她没有哭闹，没有撒泼，只是把自己受过的委屈用最直白的方式说了出来。一个3岁半的孩子都还记得你们做过的恶，这比任何成年人的指责都更有力，更让人无法反驳。周兰香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她蹲下身，一把将女儿紧紧搂在怀里。她的软软，她的宝贝女儿，这是在用自己的方式保护他们啊。苏向东看着女儿小小的背影，心中既是酸楚又是骄傲。他直起腰杆，看着脸色已经由青转白、由白转紫的苏老太和苏老头，声音前所未有的坚定：你们听到了吗？我女儿说的就是我想说的，从今往后我们家不欢迎你们，请回吧。苏老太的脸彻底挂不住了，她本来是想借着舆论逼苏向东就范，没想到被一个黄毛丫头当着全村人的面把自己做的丑事全抖了出来。她气得浑身哆嗦，指着苏小软，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反了天了！一个赔钱，一个丫头片子，也敢这么跟我说话！她尖叫起来：苏向东、周兰香，这就是你们教出来的好女儿，目无尊长，迟早遭天打雷劈！我女儿怎么样？轮不到你来教训。第一次用那么锐利的眼神瞪着苏老太。当初你们把软软扔出来的时候，可曾想过她是你们的亲孙女？现在倒有脸来谈什么尊长了？我告诉你们，想让我们原谅，除非这天塌下来，这河水倒着流。说得好！人群中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紧接着村民们的议论声再次响起，但这次风向完全变了。就是，苏老太也太不是东西了，那么冷的天把孩子扔出去，亏她做得出来。现在看人家日子好过了，就想来沾光，哪有那么好的事？连个3岁娃都记得他的坏，可见当初做的有多过分。向东两口子硬气点好，这种亲戚不要也罢。苏老太和苏老头彻底成了众矢之的，他们站在院子中央，被一道道鄙夷和嘲讽的目光包围着，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像是被人扇了无数个耳光。苏老太的算盘在苏小软那一声声奶凶的控诉中彻底落空了。他看着苏向东一家人紧紧依偎在一起，看着周围村民指指点点的样子。好，苏向东，你有种！你们给我等着，我看着你们这房子能不能盖起来。我们走。说完，他拉着早已面如死灰的苏老头，在村民们的哄笑声中狼狈不堪地逃离了苏向东家。一场闹剧就此收场。赶走了苏老太和苏老头，
苏向东家的生活非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因为一家人的心更加凝聚，日子过得越发有劲头。开春后，天气一回暖，李师傅就带着工匠们正式开工了。苏向东家盖新房，成了苏家村开年以来最大的盛事。每天天不亮，工地上就叮叮当当的响起来。村民们不管有事没事，都爱凑到地基旁边看热闹。这地基打的真叫一个扎实，你看那青砖，一块块多平整，听说都是从县城最好的窑厂里拉回来的。向东这小子真是舍得下本钱。苏向东几乎是把全部精力都扑在了新房上，他每天都跟工匠们一起泡在工地上，地砖、和泥，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他黝黑的脸上总是挂着憨厚的笑，看着房子的墙壁一天天垒高，他的心里就比吃了蜜还甜。这是他和媳妇孩子未来的家，是他要用一辈子去守护的港湾。周兰香则带着村里的几个妇人，负责起了工匠和帮工们的伙食。他每天变着花样做好吃的，大骨头汤、杂粮馒头、菜肉包子，顿顿不重样。饭菜管够，工钱给的足，苏向东两口子厚道的名声很快就传了出去，工匠们干活也格外卖力。苏小阮成了工地上最受欢迎的小监工，他每天搬个小板凳，坐在不碍事的树荫下，看着大人们忙忙碌碌。有时候他会奶声奶气地给满头大汗的爹爹递上一碗凉茶，有时候他会把自己藏起来的糖果偷偷塞给对他笑的叔叔伯伯。更神奇的是，只要苏小阮在工地上，工匠们就觉得干活特别顺心，从没出过什么磕着碰着之类的意外，连天气都格外帮忙。好几次眼看着乌云密布要下大雨了，结果一阵风吹过，云就散了，愣是一滴雨都没落到工地上。大家伙都私下里说，阮阮这福娃娃真是名不虚传，连老天爷都护着他家呢。时间过得飞快，一晃2个多月过去，一座崭新的青砖大瓦房就在村东头拔地而起。3进的院落，正房、东西厢房、倒座房一应俱全，青砖砌墙，黑瓦铺顶，屋檐上还雕着简单的花鸟走兽，在阳光下显得气派非凡。院墙高大，朱漆的大门上嵌着2个锃亮的铜环，往那一站，整个苏家村的老房子都被比了下去。新房落成这天，苏向东按照规矩大摆流水席，宴请全村。从清晨开始，苏家的新院子里就人声鼎沸，热闹得像是过年。村长王德发满面红光地帮忙张罗着：“乡亲们，今天是咱们村向东家大喜的日子，他家盖了新房，过上了好日子。但他们2口子没忘了咱们乡里乡亲，不仅请咱们吃好的喝好的，前阵子还请村里人做工，让大家伙都挣了钱。我提议，咱们大家伙一起敬向东一家一杯，祝他们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一家5口站在一起，看着满院子真诚的笑脸，听着一句句祝福的话语，心中百感交集。苏向东的眼眶有些湿润，他举起酒碗，大声说：“谢谢大家，我苏向东嘴笨，不会说啥好听的。我只知道，只要我们家有一口饭吃，就绝不会忘了乡亲们。干！”说完，他一仰头，将碗里的酒一饮而尽。这一天，苏家的新院子里欢声笑语一直持续到深夜。苏家在村里的地位，经过这场乔迁宴，算是彻底稳固了，成了村里数1数2的人家。搬进宽敞明亮的新家，苏向东一家的生活翻开了崭新的一页。青砖大瓦房，冬暖夏凉，再也不用担心下雨漏水、刮风透气了。周兰香每天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看着窗明几净的屋子，她脸上的笑容就没断过。苏文和苏武也有了自己单独的房间，房间里摆着崭新的书桌，兄弟俩读书写字的劲头更足了。最高兴的莫过于苏小阮，新家的院子很大，够他跑来跑去的玩。
后院还有一小片空地，周兰香给他开辟成了一个小小的花园，让他自己种些花花草草。这天下午，天气晴好，惠风和畅。苏小软吃完了午饭，觉得有点撑，就拉着两个哥哥要去新家后面的小山坡上玩耍消食。苏文和苏武对这个宝贝妹妹向来是有求必应。哥哥，我们去那边。苏小软指着山坡上一片长满青苔的石头堆。新家后面这座山坡其实就是大雪山的余脉，并不高，也没什么猛兽。村里人平时也常上来砍柴、挖野菜。兄妹三人手拉着手，很快就爬上了那片石头堆。苏文找了块干净的大石头坐下看书，苏武则兴致勃勃地在附近寻找着目标。苏小软一个人在石头堆里蹦来蹦去，像只快乐的小蝴蝶。他蹲下身，好奇地摸摸这块石头，又戳戳那块石头上的青苔。突然，他的耳朵动了动，一种很奇妙的声音传进了他的脑海里。咕噜，咕噜噜。那声音很轻，很细微，不像是动物的叫声，倒像是水流的声音。而且这声音里还带着一种欢快的情绪，像是在唱歌，在呼唤着他。唱歌？苏小软歪着小脑袋，侧耳倾听。自从他的特殊能力越来越强，他不仅能听懂动物的话，甚至能模糊地感受到一些植物乃至山石溪流的情绪。他循着声音的来源，慢慢地往前走。软软，你去哪儿？看到妹妹正往一片茂密的灌木丛里走。哥哥，我听到有东西在唱歌。唱歌？苏武也收起了弹弓，跑了过来，好奇地问：什么东西唱歌？是鸟吗？不是鸟，是水在唱歌。水？苏文和苏武对视一眼，都有些不解。这山坡上都是石头和泥土，哪来的水？村里吃水都得去山下那口老井里挑，又远又费劲。软软，你是不是听错了？没有听错，就在这里，他在下面唱歌，唱得可好听了呢。他指的地方是一片不起眼的洼地，上面覆盖着厚厚的落叶和一层湿滑的青苔，看起来毫不起眼。苏武蹲下身，用手扒拉了一下。好，我们挖开看看。阿武，你去旁边找根结实点的树枝来。好嘞。这地方的土质很松软，还夹杂着一些沙石。他们没费多大力气，就挖了一个半尺多深的小坑。好像真的有水汽。是比别的地方湿。哥，我们再往下挖挖。两人来了干劲，挖得更起劲了。苏小软则蹲在一旁紧张地看着，嘴里还念念有词：快了，他说就快出来了。当苏武再次用力把树枝插进坑底，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只听噗的一声轻响，一股清澈的水流突然从坑底的石缝里鼓鼓地冒了出来，但很快就像是找到了宣泄口，越涌越多。清澈见底的泉水迅速填满了他们挖的小坑，然后顺着地势形成一条细细的溪流，潺潺地往下流去。水！哥，真的有水！苏武惊喜地大叫起来，激动得手舞足蹈。苏文也惊呆了，他看着那股不断冒出的泉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竟然真的在这山坡上挖出了一口泉眼。我就说有水在唱歌嘛。苏武捧起一捧泉水。哇，好甜！哥，这水好甜啊，比家里的井水好喝多了。苏文也好奇地尝了一口，泉水入口，一股清冽的甘甜瞬间在舌尖化开，顺着喉咙流下去，仿佛把五脏六腑都洗涤了一遍，整个人都觉得神清气爽。真的，好甜！苏文也忍不住赞叹道。苏小软看着哥哥们开心的样子，自己也凑过去，用小手捧起水喝了一口，甜甜的，凉凉的，还带着一股说不出的草木清香，好喝极了。兄妹三人在新发现的泉眼边玩了半天，直到太阳快下山了，才想起来要回家。我们快回去告诉爹娘！
我们家后山有泉水了！苏武兴奋地拉着哥哥和妹妹一路朝山下跑去。山泉的神奇功效能治小病。爹娘，出水了！后山出水了！苏向东正在院子里劈柴，周兰香则在厨房准备晚饭。听到喊声，夫妻俩都愣了一下，随即走了出来。什么出水了？阿武，你慢点说，别跑那么快。周兰香看着一路冲进院子的二儿子，有些嗔怪地说道：“娘！”苏武跑到爹娘面前，激动的脸都红了，上气不接下气地指着后山的方向：“后山有泉水了！我和大哥还有软软，我们挖到了一口泉眼。”啥？泉眼？苏向东停下了手里的斧子，一脸的难以置信。这山上怎么会有泉眼？他比较沉稳，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就是这样，软软说听到有水在唱歌，我们就在他指的地方挖，结果真的挖出水来了。那泉水特别清，还很甜。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苏小软身上。是水，他自己叫我去的。苏向东和周兰香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震惊和一丝了然。他们这个女儿总是能做出一些异于常人的事情，捡野鸡蛋，找蘑菇，让野猪撞树，现在又找到了泉眼。要说这不是福气，他们自己都不信。走，我们去看看。一家人浩浩荡荡地来到后山，找到了那个被挖开的泉眼。只见清澈的泉水正从石缝中源源不断地冒出来，汇成了一个小小的水潭，水质清澈的能看清水底的。嘿，这水还真甜。周兰香也尝了尝，惊喜地发现这清凉的泉水下肚，她劳累了一下午的身体仿佛一下子就轻松了不少，连带着最近因为操劳新家而有些隐隐作痛的额角都舒缓了许多。这水喝下去真舒坦。这泉水被苏小软这个身负山川灵气的福娃所感召，从地底深处涌出，本身就沾染了一丝纯净的灵气。虽然不能包治百病、调理身体，确实有着意想不到的好处。从那天起，他们家就再也没去山下的老井挑过水，吃的喝的全都用着后山的泉水。几天下来，一家人都感觉身体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苏向东每天干那么多活，非但不觉得累，反而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苏文、苏武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小子，饭量都见长，个头也好像蹿了一截。最明显的是周兰香，她有多年的头疼病，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一到阴雨天或者劳累过度，就会疼得她睡不着觉。可自从喝了这泉水，连着几天她都觉得神清气爽，头脑清明。那折磨了他多年的老毛病，竟然一次都没犯过。向东，你说这泉水是不是个宝贝啊？我看是。苏向东也觉得神奇。自从喝了这水，我感觉身上都轻快了，这肯定是咱们软软带来的福气。向东在家吗？是村长王德发的声音。只见王德发捂着胸口，一边咳嗽一边走了进来，脸色很不好。村长，您这是怎么了？大晚上的。老毛病了。王德发摆摆手，接过水杯喝了一大口，想压下喉咙的痒意。一到换季就咳得厉害，今天不知怎么了，咳得胸口都疼。他这次来是想跟苏向东商量村里修缮祠堂的事。王德发喝完一杯水，感觉喉咙里那股火烧火燎的感觉竟然真的被压下去了不少，咳嗽也奇迹般的停了。哎，向东，你家这水怎么喝着跟井水不一样，清甜清甜的，喝下去喉咙舒服多了。苏向东和周兰香对视一眼，便把后山发现泉眼的事告诉了村长。王德发听完啧啧称奇，又连喝了2杯泉水，感觉胸口的闷痛感都减轻了许多。哎呀，这可真是神了！我这咳嗽的老毛病，看了多少大夫都去不了根，喝了你家这几杯水，比吃药还管用。向东啊，你家这泉水可是个好东西呀，不仅好喝，
说不定还能治病呢。虽然治病这个词说的有些夸张，但能缓解病痛已经是天大的好事了。第二天，村长喝了苏家泉水后咳嗽大为好转的消息就在村里传开了。起初大家还不信，但有几个跟村长一样有类似小毛病的村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苏家讨了点泉水喝。结果一个说自己多年的老胃酸喝了几天水后不泛酸了，一个说自己晚上睡觉总是腿抽筋，喝了水后也好了，还有一个常年上火牙疼的，喝了之后火气也降下去了。虽然都是些不打紧的小病小痛，但效果却是实实在在的。这下整个苏家村都轰动了。天哪，向东家后山那泉水是神泉吧？可不是嘛，听说村长几十年的咳嗽都给治好了，这肯定是福娃娃软软带来的福气，那泉眼都是软软找到的。一时间，苏家门口门庭若市，都是来讨神泉的村民。苏向东和周兰香都是厚道人，来者不拒，谁家要水都给打上一桶。看着这景象，苏向东心里有了个新想法。这泉水既然对大家都有好处，光靠他们一家一桶一桶的往外送，也不是个长久之计。他找到了村长王德发，把自己的想法一说，一个造福全村的大胆计划在两人心中慢慢成型。苏向东是个老实人，但老实人不代表傻。他看着自家后山那汩汩冒水的泉眼，又看看自家闺女那亮晶晶的眼睛，心里跟明镜儿似的。这泉水绝对不是普通的山泉水那么简单。这事儿苏向东没往外说，可心里头却翻江倒海。晚上，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当家的，这泉水的事，你看……周兰香有些担忧地开了口。苏向东放下筷子，嗯了一声，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我想着，这全是软软给咱家带来的福气，也是给咱全村带来的福气，咱不能独占了。我想把这泉水引到山下去，让全村人都能喝上。苏文和苏武一听，都停下了扒饭的动作。爹，这能行吗？那泉水可是咱家的宝贝。苏武快人快语，有点舍不得。苏文想得更远一些，他点点头说：“爹说的对，这事瞒不住。要是让村里人知道咱家有好东西自己藏着，背后肯定得戳咱几两骨。拿出来，全村人都得了好处，只会感激咱家。”周兰香也明白了丈夫的用意。你爹和你大哥说的是，咱家现在日子好过了，不能忘了本。这泉水要是真能让大伙身子骨都好点，那是积德行善的好事。苏小冉听着爹娘哥哥们的对话，嘴里嚼着鸡蛋糕，含糊不清地说道：“好水水，大家喝，好呢。”他的小脑袋瓜里想的简单，好东西就是要分享的啦。山神爷爷让他来，不就是让大家日子都过得好起来吗？苏向东看着闺女这副小大人似的模样，心里最后一点犹豫也没了，哈哈一笑：“好，就听咱家小福星的。”